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你辛苦的一面，你身上也都背了很多刀，被插了很多刀。所以你这张专辑的100万遍，你问的那个问题，人生的这个轮回，它的原点跟尽头是什么呢？没有，就答案其实就是没有。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我们其实是没有开场的。好，对，反正就都在录了嘛。对，对，我们就在录了。我们刚刚所有在调整麦克风什么都会剪进去。我很想问你，你是不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应该不算吧，还好吧。确定吗？真的吗？对。那你是不是在跟不认识的人见面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很容易的跟人家打招呼或什么？就是如果是跟我无关的场，对，我不会特地去跟任何人打招呼。所以像上次 Doris 跟你们拍东西的时候啊，我那一天的身份就是因为 Doris 那几天身体不太好，所以我就是来确定一下那一天的他会不会昏倒，对他的身体状况那些是还 OK 的角色。对，那所以其实没我的事嘛。对，我说其他的部分都没我的事啊。那通常那样我就不太会跟任何人打招呼。对，我就看看状况，好像都还 OK， 他也都还活着。目标型的人吗？对，你看完应该这样讲啦，就是我跟我们的经纪人讨论说，这一次因为出新歌嘛，对，出100万遍嘛，然后那因为我现在的身心状态都是蛮随缘的这样，所以他就有问我说，那要上什么节目或干嘛的？像我们前几天那个最后正式的 MV 发啦，对，也没有发稿啊，新闻稿。通常你发歌的那一天，你要发新闻稿，对不对？我就说啊，大港都已经唱过了，大港之前都已经对那个歌词 MV 也都上了，不用了啦，大家知道差不多知道了，有这件事就好了。所以在讨论要去上什么节目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你以前会比较不刻意吗？你说不刻意？对，心态上面，因为你现在比较没有，以前就要刻意啊。以前做立委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要刻意啊。你选举怎么可以不让人家知道你是谁？对不对？你大街小巷全部都要握手，走进去哪一个人，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刻意进去那一个地方，好注意一下 Doris 的身体。你每一个陌生人都马上打招呼，对，每一间店都马上进去，大家好，你是当立委的时候打招呼打到有点身心创伤了吗？就也不会这样啦。但是其实事实上，在当立委以前，我的确是进到一家餐厅，对，就以前还是会有单纯是喜欢闪灵或是知道我是 Freddy 的人嘛，对，那我就不是很喜欢被认出来，所以在没当立委以前，我是找到吃任何餐厅都是进去最里面的躲起来，然后背向门口 ，OK， 就也是叫躲起来吗？也不是，就是不用被认出来就对了。当立委以后，这一个习惯就马上被我们的团队纠正了。就是你是恨不得被大家看到，这个候选人在这里，然后你要跟大家打招呼。走的时候，你最好还可以留下一堆卫生纸，打招呼。问老板说啊，我们这些选举的面子文宣可不可以放你这边？所以你怎么可以背向坐在这里面？你要最被看到，然后而且不是去吃饭的店，你经过也要跟他们打招呼。对，所以算是有经历过一个这样的训练啦，就是一定要这样。可是卸任以后我就恢复啦。就是我就吃饭就一样会进去最里面背向入口这样。那你最喜欢哪一种生活？我最喜欢的生活当然是我本来选的。如果我个人的话，当然就是做音乐的时候的那一种生活。现在也算是过这样的生活啦。但是做立委的时候的那个选择是一个对的生活。不一定是喜欢的生活，但是是一个我认为是对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样你才会选赢啊！你既然决定要做，真的啊，因为你既然决定要做这件事，对不对？你既然决定要做这件事，你不能抱着说不要，我才不要选赢。那我不要选赢，你就给会选赢的人选啊！而且要去选的时候，然后看到人都不打招呼，对不对？戴个墨镜，你要让你的团队觉得你是抱着把自己。就是把自己全部通通都掏出来的这个心态，也要选赢，你的团队才会跟你在一样的状态。
对，林昶佐不是来玩玩的，他也要选，他是要把那个当了17年的对手把他拉下来的。虽然我们刚开始选的时候是所有中正万华的人都说啊，这对手做不几10年啊，那有可能啦啊，这个人是做乐团的，怎么可能选得赢？大家一开始当然都不看好。可是如果当我连我自己的生活习惯、言行的个性啦都可以调整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感觉到说，哦不，我觉得他玩真的哦。他跟我完全跟我以前认识的他都不一样哦。你说第一次选的时候，我记得我在楼下看那个，我们在看那个开票，我们在那边尖叫，立场走上去。我自己也是很紧张啦，但是我都不会紧张在我的那个团队的面前，我就把门全部关起来，全部的人都在外面看的时候，我自己在我的办公室看，这样。现在想起来真的是上一辈子的事，上一辈子有这么远吗？你知道吗？我在看那个你被罢免的时候，一看才3年前呢。哦，对啊，很多事情都感觉好像连我去年卸任，我都觉得，当然了，这一届的立委就是现在应该说朝小野大的这一届，感觉度日如年了。所以想哇，我们居然已经过了1年了，我卸任怎么才1年？我觉得我已经看了一堆鸟事了，对，新闻已经不知道看了多少鸟事了，怎么才1年？所以对，时间过得比想象中的还要慢。那你卸任这1年啊，你的心情是什么？心情，就要怎么去形容这件事？因为在当立委的那8年，是要不断的把自己累积的，不管是能量、知识，或是对事情的判断跟看法，要一直表达出来。对，因为你不管在质询台上面，在立法院，在选区里面上政论节目，你都是一直不断的把活了我去年48年的对所有事情的看法，不断的掏出来给大家知道，而且要说服大家。那所以我觉得我去年这样下来以后，我觉得真的有一种重新当个容器吧，因为之前是一直在倒东西出去，然后去年卸任以后，我总算可以再装东西回来了。这种感觉，要不然有一种真的已经，也不能说我对事情没有意见，但我那个意见都讲过了。老实说，不新鲜。如果有任何媒体想要再来问我的话，我都会。我去年一卸任以后，本来好多媒体都说太好了 ，Freddy 你应该可以1个礼拜你不要每周2个礼拜来一次，你现在可以每天来了吧？结果我们没有想到我是整个就清空嘛。从去年2月1号到现在，我就从来都不上政论啊。那政治线的新闻我也很少上，我就都不。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你问我当然有看法，但是都讲过了。老实说，我们那8年加上选举9年快10年的时间，加上阻挡，我的看法都一样的，对，就不会有什么新鲜的。你可以去问很多，包括像吴佩益，包括黄捷，包括阿苗，包括很多现在正在第一线打拼的这些政治人物，我觉得他们讲的更好，他们也讲的很好，他们想法跟我是接近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新的论述可以去让更多人听。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所以我需要装东西进来消化。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说很充实吗？对，在去年卸任到现在，我觉得我很充实。我好不容易可以看书，好不容易可以看书，对，之前只能看预算书，看那个每一个政府部门的那个施政大纲书了 ，OK 了。我的天啊，我真的那种要看也是很辛苦，对，而且那个是你必须看，你不看不行，所以你必须看。现在总算我可以去看，我可以重新消化，然后我的头脑可以再运作起来。我觉得我的头脑里面的有一些部分，在过去8年是被停止运作的，然后我这1年多来，总算这一些有点生疏的地方，重新再对 put it together， 整理一下，这样重新回到创作的状态。创作的状态也是重新回到一个进跟出比较平衡的状态。我也有东西出来是作品，但是我也有对世界、对生命、对时间的看法的新的东西进来，我就觉得这个比较完整呐。那8年大概都是一直出去嘛，一直那个对。
那你那8年呢、有没有一时一刻觉得，你离自己很远？然后相较于现在来说，你觉得你离自己近吗？我觉得我现在离自己很近，但我也不会觉得那8年我离我自己很远。我觉得那是不一样的自己。我蛮庆幸我可以用那8年、9年，加上阻挡9年多的时间，来证明我可以控制自己。要不然我就只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 Freddy 嘛。就我以前我就是爸爸妈妈都觉得做音乐这件事情能当饭吃吗？你在干嘛？然后叫你不准留长头发，还留长头发，还跑去刺青，还跑去，然后叫你不准做音乐，就还一直给我做下去。那老师也不看好，有一些同学也把做摇滚乐团这件事情当笑话。对，那但我就不鸟你们了，反正我做我的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当然这也是自己，对不对？但是选举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它让我有机会去控制我自己，去做我觉得对的事情。就那一件事情，我觉得感觉应该没有像我本来生活那么爽。对，但是它有另外一种成就感，就是当我把林玉芳拉下来的时候，对，我证明我可以控制一个这样子的林长佐，对，然后去达成在这个林长佐的上面那一个人也是林长佐的，他讲的那个方向，我们就往那边走。往那边走的那个路上，你可能不会像你之前这30几年过得那么爽，对。但是你往这边走，后面那个目标达成的时候，应该保证跟之前不一样，对，爽感。所以我不能讲说那一块就不是做自己，对，因为那个有点像是符合那个比较独裁的那个自己，比较严格，比较不知道呢。所以我朋友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太严格啊。你蛮自律的啊。对，我是蛮自律的。对，刚来之前就在那边吃牛肉干，他说最近在减脂期，不能吃淀粉，3个月一次，3个月一轮，在这一趴再过2-3个月就在增重期，试试看。你在过去这个8年当立委的这个，应该不要说当立委啊，应该说从政的这个过程啊，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后悔的？整体来讲不能用后悔这2个字 ，OK， 但是有一点点觉得可惜的，还是时代力量。时代力量。如果要讲的话，就是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不做那个决定，但做那个决定还是很可惜。就是离开时代力量的时候的那个心情，其实到现在都还是一样，就跟着这个党一起创，那党名也是我想的。最近听说他们刚换那个 logo， 当初那个 logo 啦，标准色，我想现在没有时代力量的人知道为什么会选黄黑啦，黄黑白，以黄为主。为什么？我从小就是一个兄弟象迷。然后美国职棒我又是一个匹兹堡迷，日本我又是阪神迷，所以大家知道现在突然知道时代力量的黄色是怎么来的吗？什么鬼东西？对啊，我要听什么？我国小就是兄弟象的迷啊，后来也因为这样子。因为我色弱，所以黄色对我来讲很鲜艳，很好认。OK， 对我蓝紫或是红绿都常常会发生一些难分辨的状态。OK， 对，但是黄色对我来讲是非常鲜明，所以我一喜欢兄弟象以后，我看别的球队也都先看他们那个世界的黄色的是哪一个。也因为这样，我阻挡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来个黄的好了，好不好？对啊，所以不好意思啊，时代力量里面的朋友现在突然知道为什么你们用黄色。如果你们想换也没有关系，因为色盲也只有我一个人。那所以我只是讲说，因为在那个时间点，时代力量内部有一个路线的争论，我不得不选择
不跟你们争了，因为中正万华这边，因为我不可能同时开那么多战场，我也在林玉芳那个时候寒流嘛，所以林玉芳又跑回来选嘛。2019的时候，一开始那民调我输林玉芳输20几%，对，所以几乎我们的团队跟地方的人也都几乎觉得哇，林玉芳是不是要回来了？所以我那时候只能选择我要顾好中正万华。那虽然时代力量我跟着一起创党，然后后来走的路线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我也是只能割舍，只能退党。退党以后，当然就都祝他们能够找到他们自己的路，好好的走。只是后来你发现也就是这样啦。那现在也是蛮辛苦的啦。现在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跟洪慈庸算是就是抱着一种 OK， 黄国昌你有你的路线，你的想法是这样。就黄国昌也跑走了。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可惜就在这边，知道吧？就这是什么概念呢？对不对？就我跟慈庸是抱着说，我们觉得我们跟绿的跟民进党本来就是大方向理想上，是一致的，一个自由平等的正常国家，也就是比较希望能够在走向正常国家的过程里面，也可以彰显进步价值。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路线。那这个路线可以在不一样的组织里面大家分进合击。可是如果路线不一样，如果我说这个在时代力量里面的路线开始要讨论要辩论的时候，其实如果我还有很多时间，我可以跟你辩论啦。我已经是再过半年我就要投票了呢。我哪跟你个辩论对，我的中正万华这一席输了的话，本来是我输了，就是变成来回变2席呢，对不对？我那个时间点没有别的好想，就只能这样，那就祝你幸福啊！结果对，就刚刚结果嘛是照起，对哦，都这个艺术，所以就会有一个刚刚不能说后悔，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别的选择。我不会觉得，我现在也不会去觉得早知道留下来继续做路线之争，我不会觉得这样，因为我守住中正万华。但是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你说，结果他也走了，这到底对不对？真的。然后带你继续撑下去。但我撑下去那时候就是继续在党内。我说好歹黄国昌继续撑下去。对，要不然你就我真的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啦，这跨国。我以为你要跟我讲说后悔也是看错这个人。当初我就跟他不是太熟啦，所以我常常回去问那当初党内的几个长辈，就是伊玛想我啦。对啊，当年时代力量真的是明日之星说对啊，当年真的是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真的对啊，不过所以不能说后悔，但我可能永远都会。所以其实这一件事情让我到现在要怎么说？你看这样绕了一圈，我也加入民进党了。我的不要说子弟兵啦，我的这些伙伴们啊，像吴峥、亮君、黄捷这些人也都加入民进党了。当然，在我退出以后，他们陆续都退出以后，其实我很早就建议他们要加入民进党。原因倒不是说民进党非常好，100%是一个最赞的政党，所以我们应该赶快加，倒不是这样，而是我慢慢的就有感觉到，就是除非你们不想弄政治的，要不然每个人大概就都有自己的岗位。吴峥那个时候跟亮君等等这几位都还是会想说，是不是在外面再做一个新的政党？那我是讲的很白啦，就是一个新的政党跟那个是需要一个民意基础跟一个时机点。对，那个时机点往往是属于新的政治人物，对，新的人。年轻一代的人，不管以前的，从太阳花之后出现的时代力量啦，那个还有好几批新的，要有一个契机啦。对，我就跟吴峥他们讲，我说现在这个契机不是属于你的，什么时候会有？我说组一个新政党的契机不会是你的，什么时候会有？我不知道，说不定5年后、10年后，等那个时候的新人，你那个时候已经40几岁了，再给我5年、10年，40几岁，我的话我50几岁，对。那就算好，你说你40几岁，你还是可以从政，但是那个就不会是你带头，会有一批新的人，
我们也希望说有一批可以再让台湾更进步，更往正常国家的路线再往前走。那一些人是怎么样的方法来做，我们不知道，因为那就是属于他们的。那我们现在如果不从政了，就没差，你没有加入政党问题。你如果觉得你现在还要做，我们就是认现在的在这个命运上面，我们能够加入的政党是民进党。那在这个党里面，你去发挥你一些你认为可以发挥的角色，何况你那么多朋友都在里面了。那个时候赖品也加入啦，等等的。那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其实这个都是时间的问题。我们对一个台湾长久来讲，变成一个正常国家的两大政治集团，不管你说它是保守还是进步，还是你说左派右派或什么的，就是至少在国家的认同上面不要有分歧之下，有不同的政党多元政党，那个是一个长期未来的想法。但那时机点是不是现在？还是曾经有过被我们蹉跎掉了，都被其他人蹉跎掉了，不知道。但这个就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那你只能去做决定说，那我现在我还要不要从政而已，还是我要去做别的工作？你如果还要从政的话，怎么样能够最发挥你的力量，你就在那边努力的发挥。我就这样跟他讲，结果所以反正绕了一圈，大家就这样。那你到底是务实还是理想了？我觉得我是理想。但是听起来很务实我觉得要坚持理想的这件事情，就是必须要务实。我不太喜欢用务实这个词，就是必须要让理想可以成实践。就是你到底是坚持理想应该要能够实践往前进，还是你坚持你要能够把理想挂在嘴巴？这两个是不一样。对你来讲，实践还是很重要。对，就是你坚持，这要怎么讲？你坚持你要把理想实践出来，还是你坚持我要一直讲理想这件事？对，所以你是目标导向的理想主义者。是，就是老子不管怎么样，就是把它弄出来就对了，就是要弄出来，就是要弄出来。对你讲说我这样子是务实，还是你讲我是怎样都不管？但我要弄出来啊！你要把它弄出来。例如我举例来讲好了啦，那个在婚姻平权的推进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本来志同道合的朋友，立委，我的版本推出来了以后啊，对，那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就全部都本来就都联署了，已经都过15个人了，所以可以我再往下一趴继续了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反正就18年、19年的状况都不是很好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的那个公投啊，有的没有的，然后再加上社会的那个气氛，然后就有几个朋友、几个委员就说他撤迁了以后，就我的办公室就非常的愁云惨雾啊，就。主任也很不爽啊，他就说以后某某委员都不要叫我们签，对，他就说对，他说以后我们都不跟他合作，怎么样，我大概生气了半天吧，然后接着我就是非常理性的盘点，好啦，反正我们现在社会这一题已经被搞成这样了，对，怎么办？对，我们一定还是得推进啊，重新盘点，重新拜托，重新跟每个委员重新讲一遍，那现在可以推进到哪里？我们本来希望第一趴就可以连什么跨国婚姻啦、跨国同婚啦，还有收养啦，这些全部都把它推过去嘛。没有关系，推一点。我们现在就确定每一个人能够接受到哪里，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挨家挨户的去拜托。我连国民党跟那个时候还有亲民党的委员我都进去啊，我就确定一下你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哪里，让他把事情盘点一下。我就跟我的主任讲，我说我们生气要干嘛？生气也可以不关我们的事啦。老实说，你这件事也不一定要去弄，对不对？那气也可以，你还是可以推一个你觉得最清高的一个版本啊，就是包括收养那些全部都弄，然后骂民进党那个背弃理想啊，你现在在收养这件事情上面退让了吧？怎么样骂他？那把整个这个题目上搞得越开花越好啊！然后那个时候有几个委员的讲法就是说，这个你就等到就是让他都过不了，然后最后2年到了的话，户政事务所就必须让这些婚姻，就是必须让同婚的
状况还是必须让同婚合法化，只是实际上会发生什么状况，就会变成有很多诉讼发生嘛。好，到底可不可以收养小孩？到底户政事务所我觉得不清不楚这样。对，你没有把这个结构弄出来，你让它变成人民自己去告，那有一些委员就会觉得，这就是民进党的事。对，那个时候就有一些人这样讲啊，我觉得这就不对啊。这讲这种话的委员，他的确是看起来会比较坚持理想啊，就是因为他认为。要收养啊，他觉得要完整的整套的。现在收养当然可以了，现在同婚也可以收养，但是他当初会觉得在那个2019年，他讲的100%最好的那一个有通过，才叫做坚持理想。没有通过的话，就放回弄啊，不要紧，那都没民进党的话。这个在某一些人的眼里会觉得这个人是坚持理想哦。对，就因为他推到底啊，他能够接受的是100分的。对，但我没有，我能够接受的是今年就要给我过，你今年就要给我过，结婚这件事情就要给我过，后面我们就每年就再去过多少，先算多少。对啊，每一年去叫内政部跟法务部出来屌啊，出来弄，现在也都过啦，跨国同婚也过啦，那个收养也过啦，对不对？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最后你只要每一天一直这个。公务机关，你只要有人一直在后面一直拴一直弄，他慢了一点，但是你不能在那里等他烂嘛。等他烂的那一个时间点，有可能骂这个公务机关怎么那么烂的那一个人，他是最坚持理想的，因为他是100分的，对。然后他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弄烂，但他最坚持理想，对。但是我不觉得那叫坚持理想，我觉得坚持理想就是我那一年我就要给他过。所以你觉得你在立法院其实是在慢慢的，所有东西的推动其实都是一点一点的在慢慢往前推的。很难一下推到你想象的那个样子，跟写歌不一样。写歌就是团内的3-5个人讲一讲，弄好，大家 OK 就 OK。立法院100多个人。那你从立委的身份再回过头来变成一个创作者，那个心情上的转变是什么？这层次超多你们一集可以讲多久啊？可以讲很久啊。这一集讲3个小时，我3个小时乱放出去。哎呦喂啊！我觉得我先讲大的状态。其实我跟之前又不太一样，就是并不是说我直接就回归到以前做一个自由自在的音乐人，很难这种心态，倒不是这样。有一点像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然后再回到见山是山的这一种。比较踏实的感觉，对，踏实，就是以前在做音乐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慢慢的有一些社会责任，因为我也很勇于表达我的看法，所以就有一些人相信我的看法，那在某一些时间点的时候，看起来我有机会，不要讲说改变台湾，但是在我住的地方，我有机会改变。那个选区，长期以来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当立委的那个状态，那我们就努力来试试看，虽然要花很大的力气，把这件事做完了以后，现在再回来做音乐人，我就不会有那种我有没有努力过的这个问题了。我有努力过啊，我以前的话就会想，我以前常常会想说，我有没有办法再多做一点？在做音乐人的时候，然后我又那么敢讲，然后有很多人会来讲说你应该这个事情也要表态，那个事情你要去参与，那个事情你要做什么，所以我中间我就会一直从参加人权的运动、人权的团体、国际特色组织，那也参与一些国际人权的工作，然后再到组党、选立委，然后连任，现在回来写歌，我不会有像当初那样子觉得每一件事情我好像要出来讲些什么，因为有一些人在等我讲话。我讲的话说不定会影响更多人。我现在就不会有这样的心情。我现在觉得我可以努力做我可以做到的，我也需要陪我的女儿，我要陪我的太太，然后而且我把这一些讲话的空间、公共传播的空间。非常顺利的交给了我很信任的其他的比我年轻大概10岁的人，而且我也很相信他们讲的比我好，所以我那个感觉很踏实，你知道吗？以前10几年前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讲的话谁讲？
音乐圈大家通通都要去中国市场啊，那我不讲谁讲？如果连 Freddie 都不讲的话，那这个圈子不是对不对？以前就会有这种焦虑。记者如果来问我说啊，那个谁谁谁在骂台湾的，讲中国的好话的时候，我要不要讲些什么时候？我会有一种我不讲话谁讲？现在不会啊，现在很多人都会出来干掉啊。现在都会有人出来干掉，就会觉得非常的踏实。然后包括像中正万华能够顺利的交接给吴沛忆，让想法跟冲劲都比我还要年轻10岁的人来去努力，这件事我就觉得非常的踏实。所以我回来讲，我觉得没有习惯不习惯的问题，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心境上，第一个最大的改变是我觉得我做了很对的决定，如果我还继续选的话，我说不定还会。我应该还是会连任啦，就以后来的那个我跟沛忆看的一些民调来讲，但是我觉得我表现不会比沛忆还好，包括他现在立法院里面，包括他想到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不一定想得到的，包括他经营选区的方法，他那个时候办街舞比赛，然后让亲子有一个新的活动在中正万华可以做。不止中正万华，全台北的其他的那个行政区的家长都带小孩来万华参加比赛了。我根本不会想到这种事情啊！我那时候在想亲子票，只有去公园拜票啊，真的啊，因为对不对？我想说要怎么弄，对啊，因为我不会跳舞啊，他本来就是舞社的，而且他知道现在真的有很多国小、国中的在学跳舞了，对，尤其我小孩去国小以后，我也知道他们学校就是有人在学跳舞，那就是就蛮秋的，就对了。所以我只是在想，就是这个感觉很踏实。很舒服，但也很感激啦，因为这一年都是苦日子啊，这一年多的立法院又不是很爽，对不对？有人愿意在里面。当初选举当然没有想到会那么苦啦，我就是对，没有想到后来的生态是长这样。干你选完长这样，然后里面的人真的都是谁毛带嘎嘎嘞。乱搞的这一年立法院很对，所以整个我都抱持着感激的心，这样啊，你看那个谢谢沛忆，谢谢。进去都是要打架的，然后都要穿什么钢盔护甲，我操，确实啊。但是我想问的问题是说，那你有遗憾吗？你说遗憾哦？我刚问的是后悔嘛，那是一回事。后悔，对，遗憾。那你有遗憾吗？我觉得没有。就这一整件事情，接近遗憾的就是我刚才讲说，时代力量后来是这样的状态，对，就有点可惜啦。那其他的感觉，我觉得天公伯啊，这就叫过我，因为你看，我记得在2016年，就是跟蔡英文选总统那一年嘛，就我第一次就那一年。那一届太阳花之后那一次的大选，我们有盘点12个选区，就是我这一区啦、慈用那一区啦等等的12个有机会翻转的艰困选区。这12个选区到2024年，只有我这一区有顺利的交接给吴沛忆，剩下来的11个选区就还给国民党一年。接着我历史的发展还不知道呢，对，但暂时间对，让大家看卖乒乓一嘞，对，所以我说，其实我没有这遗憾的原因是这样，就是我感觉天公伯啊就叫过我来，要不我如果跟其他的选区一样的话，我可能嘛就赢了呀，就赢，一定会就赢了呀，因为你也干嘛讲哇，我等下因为艰困选区，通常大家都这几个选区的立委，这2届都要花很大的力气下去经营，对，结果最后不是自己没选上，要不然就是交接的那个没接起来，你们想讲这道退来，我这背你去冲上，对啊，表示这8年没做好，对啊，是没做好吗？还是到底怎么回事？因为这一些选区的立委，他要花的力气比别人还要多，因为好不容易翻转了。对，一定就赢了啦。表示过去8年有做对一些事情。对啊，所以我总觉得好险，也很感谢沛忆。但是刚刚因为这样讲回来，突然就觉得
不能讲遗憾，但是觉得少了一些跟小朋友相处的时间。这一点当立委真的很忙哦。对啊，就觉得很早要起床。你们是7点10分就到办公室？是，所以我都是差不多6点出头就起床，比小孩还早，所以我都没办法。你以前在做乐团的时候有这么早起吗？我会早起，但团的事情不用那么早起，我6点半就去游泳了。你知道？对，所以我以前就非常的自律。对，我靠！但团的事情是很自由啦。这样。对，然后我一向都是蛮早睡，但是在当立委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你到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才发生一堆舆情，所以你到很晚都还在那边想说明天一早去，如果被督麦，你要怎么回答？对不对？要先大盘贴对，然后明天的质询这几题，像我这种本来不是科班出身不是念法律，不是念政治的我常常跟主任问我们的法案或主任超基本的问题，然后他会在那边。我跟我们团队都很他们会直接屌直接骂我。上次不是跟你讲过吗？你怎么忘光了？上次去问财政部的就是这一题，你再看一次你自己的咨询好吗？好，我去看一下我的影片，我在讲什么确定是这样。然后部长都是那种大学教授都是那种很对不对？我在看我怎么敢问人家的？我怎么对？所以晚上都要准备到很晚。其实也很不容易这个完全假设原本不是在做这个的，其实真的还蛮不容易。对，但也不能变成都是念政治或法律的进去了。对啊，当然，因为社会本来就各行各业都有，所以你要能够体现民意，你应该就是365对，行不然就会被玩弄了。对，要不然他们弄宅营共对啊，对，真的。对，但立法院最大的功能应该还是立法嘛。对，所以其实你的团队强还是最重要。对，那个包括像婚姻平权的，那刚刚讲婚姻平权，那公投一结束的时候，到底我们法案要怎么写，法律要怎么写？对，马上就要开始开会了，才符合公投的结果，而且也能够达到目前社会可以接受的状态是什么？这个就要各种讨论。那个李惠仁导演之前不是拍了一部？对，纪录片也是叫《时代迈向权力之路》，迈向权力之路，对，还蛮好笑的。他那时候去很好看，立法院门口问一堆立法委员，你知道立法委员的职责是什么吗？对人讲不出，还有委员公没出来对吗？都说不是跑红白帖吗？而且他其实，我记得他其实是在某一个程度是在拍那个时代力量的成型对，跟后来对啊，对，里面还拍到 Michael 是吗？有 Michael 都有拍到，对啊，这供起来的，对，你看完你有看吧？有啊，我有看啊，我首映的时候，惠仁有找我去。你看完你什么感觉？那个时候看完就青春嘛，也不能这样讲，就是青春。因为那时候，因为那是我们的青春的一部分对啊，确实，对啊，确实，就是那2-3年啦，但的确会不就是怎么说？只能说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所谓的组一个新的政治势力的那个时机就已经过了，就被各种复杂的角力，把它蹉跎掉了，看了那一个的时候更有那个感觉，要不然其实本来在14到16的时候，台湾社会是非常给新的政治势力机会，跟期待，对，那现在当然所有还在关心政治的人都会有各种 PTSD 啦，对，会互相觉得说你干嘛那么刺，对，会觉得，我觉得这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因为曾经不是这样嘛，对，所以一定是有个过程以后才发生到变成说现在的比较对各种政治势力，除了应该说在讨论各种政治议题的时候，会非常害怕，掉到某一些陷阱里面，或是有心人在背后操作什么。我觉得现在因为曾经有人是这样，曾经有人那个操作跟心机算得很密，而社会大众或者是广泛的支持者又很愿意给机会。谁？可以赶紧就不指名道姓，想问也不一定是一个人啊，对啊，那谁？
我现在聊这个都真的蛮像上一辈子的事的，真的哦。我最近在整理我的一些，才过了1年呢。对，我觉得真的是很，所以你已经转世了吗？投胎了，重新投胎了吗？我最近在整理一些老照片啊，因为我发现我有一个抽屉里面有一个箱子里面的东西全部都发霉了，所以我就很害怕，赶快把所有的以前的照片啦、档案啦拿出来重新整理，分门别类。然后我就发现，对，如果我的上辈子是立委的话，再上一个辈子可能是那个时候闪灵在国际巡回的那10年，对。然后再上一个辈子可能是以前在办野台开唱，还有刚初创大港开唱那个时候在办活动。总之我就是说，我发现我每一个那一个将近10年的时间啊，或者是6、7年、7、8年，那个做的事情跟下一件事情都差很多。所以那个都真的很像另外一辈子的事，就是连自己看自己的照片都会觉得，我知道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做过这个事，但这个人是我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状态吗？所以你刚刚在跟我讲那个李慧仁的电影的时候，我刚刚很想讲的一个为什么说青春的原因是这样，就这个真的是有一个，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的心境跟现在又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经历过这么多完全很大的人生轨道的转变跟心境的差别。但是以我这样子自己来讲，我真的有一种，我知道那个林长佐，他的想法跟我现在的想法应该也差不多啦。我这边反正都是一脉相承的嘛。但是我怎么会觉得那个人好像有一点点熟悉又有点陌生？对，就我知道这个人，哇，那个时候刚组时代力量的时候，那跟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啦、慈庸啦、Michael 啦，我们到好多地方，包括到原住民部落去找我以前写歌的过程里面啊，玩音乐过程认识的一些厉害的原住民知识青年，因为我那时候觉得说，我们组一个新的政治力量，应该就要去突破本来民进党他攻不进去的地方，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强调，到底原住民里面还有哪一些人可以出来选，不要永远都是国民党的票仓嘛，等等的。哇，那个时候好快乐哦，到部落去，然后去跟一些朋友聊天，然后想一些新的可能性。那如果我们来选举要怎么弄？现在看那个时候的影像就会很清楚。我知道有一个人跟他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去了好多本来不是支持绿的本土的那一些社群里面去想办法，好热血，好有趣。那个人是我那个人好像是我的那种感觉，然后我知道那个人。你知道吗？你刚刚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你好像已经投胎2世了。所以我说我就一直往前看了，因为我再往前，我刚才讲已经投胎2世了。我那一个往前面看的上一个闪灵在巡回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感觉。我看，我在赫尔辛基，我就一直看我在赫尔辛基，不是我看到我跟另外一个芬兰团。一个蛮有名的团叫 Ensiferon， 拿着芬兰的国旗，我说这是在赫尔辛基吧，结果一看不对，我们跟他们在德国巡回，我这整个记忆全部混乱，这个是哪一辈子的记忆？我跟这一个芬兰团的巡回是2000几呢，然后就一直查2007。在哪里？我知道这个人，我也知道那个人，我知道在那一个地方我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这个人是我吗？然后我就赶快跟 Doris 讲说，你看有这张照片呢，然后 Doris 都记得哦，他很厉害哦，对，他就讲说啊，这个我们就是先跟谁去那个波罗的海3国，再去芬兰巡回，然后才来 Germany 去德国跟谁会合，然后跟那个团开始巡回。我说你怎么都记得？我说对我来讲真的好像是前世，对我来讲很像前世的记忆，然后为什么还留在我这一世的那种感觉？这样听感觉你好像一直在奔跑。一直在奔跑的感觉，会累吗？现在不会累，现在停下来。之前一直在奔跑应该是不管我在做政治的事情，还是做音乐团的事情，都在跑。身边的团队的人都觉得是这样，就会觉得跟不上，会觉得会觉得我一直往前冲，这样觉得很累。现在我身边的人，我很清楚知道他们没有这个感觉。对，我会不会说你要不要起来跑一下？对，现在是这样，没事就会丢，都会出来丢，对，要不然出来跑一下，出来跑一下，不然闲着就闲着，不要对。但我其实像去年的游行啊，到现在的游行啊，1年多的游行我都有去啊。对，只是我到了现场以后，我就真的觉得自己会讲的都是一样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讲新的，所以有媒体来读麦来问我什么，我都
都还是稍微婉拒。那包括像那个时候现场，英帝大帝又开那个大肠花，现在不叫大肠花吧？真的是，反正他又开大肠花，对，他又开了一个直播在现场，有没有？一直骂。然后英帝大帝就叫我说我几点几分换我。我站在那边看，那国中生有个会讲的，然后后面的高中生会讲。我说你换我上去干嘛？我上去就丢脸了啦！我会讲，给他们讲啦。对啊，我说现在需要听到新的声音、新的刺激。那不是我差不多，我现在会讲的就是跟10年前在大肠花讲的一样啊。那个时候有趣，现在已经没有了啦。你我们这一集会不会非常的一种叫大家可以那个说？会不会听众会不会听一听都开始觉得是不是有一种叫大家可以休息了？没有，其实我很好奇你的心境因为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会看到1年前的你、2年前的你、3年前的你、4年前的你、5年前的你。其实你知道我这样做功课下来啊，我觉得你变好多哪一种？就是你每一个时期的你，不是什么发型变了、体型变了，其实都不是这些，不是体脂肪变了，也没有，它就没什么变了，就是外形发型变了，就是发型变了。可是你的气息变了，我气息啊，对，我刚刚一直在找一个比较精准的形容词。那我觉得我能找到的那个精准的形容词是你的气息不一样，而且你每一个时期的气息都不一样。对，这个是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看到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所以你也能够体会到我讲，我在看前面那一个气息的时候，觉得这个好像是我，但是又。我不能体会真的吗？我真的不能体会，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你。好，然后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在看你，我感受到你的气息变了。那当然，现在的气息你觉得是什么？我说真的啊，我觉得要怎么说？你现在的气息是什么？退休人员？我没有觉得我没有觉得你现在是退休人员那应该怎么形容现在的气息呢？我是认真想知道。我知道我在找一个好的形容词，它有一种休息，可是并且在酝酿的感觉的一种气息。那当然，休息确实是休息，可是那个酝酿我没有很清楚。那只是我觉得那个它2个东西对我来讲，感觉上是存在在你的气息里面的。就是你的能量是存在这两股啦。我说我的感觉好了，我的感觉好像是比较像是，就他自己的形容，可能年轻的时候做音乐往那边跑得很远，后来因缘机会从政了，然后跑也跑得很远，他这边跑过了，那边也跑完了，两边都是他想跑的，但跑到最后。现在休息一下子，回来看一下，说，那我接下来要跑去哪里？或是还要不要跑？可以不一定要用跑的，对，可以用不一定要用跑的，用走。其实那个有这个报道说，快走其实对膝盖不错。对啊，就不一定要用跑的，也不要动。对，而且它其实快走比跑步的那个 VO2 max 真的比较高。对。其实 Doris 在这1年多也常常，他也蛮纳闷的。他也因为他等于是我最亲近的人嘛，所以我有时候透过他了解我自己，这样他觉得他第一次看到我也不是说不太知道自己想干嘛，而是不太强迫自己想干嘛这是他第一次觉得我好像就是像我现在很确定我知道我要干嘛的，就是希望把我从最后应该说最近这2-3年的一些心情，希望可以写成歌，所以我想要把这些东西完成。但以我以前的个性的话，我大概就会很急，然后会一直去，因为歌几乎都是我跟我们吉他手一起写的。我以前是那种每天早上就会去他家按电铃，因为他是很晚起的人，所以就把他叫起来，逼他，对，把他按电铃叫起来以后，然后他起来他就脸很臭。
我就在他家的客厅就开始故意放音乐放得很大声，他会回去睡回笼觉这样，所以睡一阵子以后再出来看我怎么还在，他就开始起来切歌了。我以前会是这样，但是现在就完全不是这样，就是看小黑用我们吉他手，小黑他对他的身心状态准备好就准备好。所以我们就慢慢写没关系啦，就这样。OK，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心境对有点像走吧。不要用跑，我知道我想要把这个作品完成，以前会用跑的，现在我就觉得我们就把它写好比较重要，不要有人逼。其实以我自己来讲，开始有这样心情的发现，就是我发现我必须要调整一下这个状态，自己发现自己好像没办法用那种就是吃奶的力气拼的那一种，大概是连任那一年，2020年对，一连任完的时候，我想慈庸知道，佩仪大概也知道。就我一连任完的时候，我就因为慈庸没有连任嘛，那我在刚从政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就是吃奶的力。我刚才讲到所有的社群，到所有的朋友啊、部落那边去找理念相同，但是他其实是在比较艰困的地方的那一种找出来，大家一起搞。看有没有办法突破一些，包括慈庸他家也是啊，慈庸他后里本来也是蓝的区啊，所以他家我都去跟他妈妈聊天，跟他爸爸聊天，然后一起吃饭，然后说服他出来选举啊，就是用很大的力气做这件事情，包括吴峥啊、亮君啊等等，就很多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不出来跟我一起拼，你就不对不起我啦。那别个做下顾，对不？情绪勒索，完蛋怎么办？就对，真的就是除了情勒以外，有一个就是我真的也到处去玩闹。对，就而且真的是很相信说我们一起可以完成一件超大的事情，所以。画大饼吗？就是跟他讲说，对，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这个艰困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艰困的地方突破那个地方，就会突破一堆艰困的地方，不是很棒吗？对不对？这样子去。然后其中我觉得洪慈庸能够决定参选，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就是所以我在后来几乎都是用这一个力量继续去说服更多的人。然后后面就发生了，我刚才讲的，又要退出时代力量，然后又发现整个这个状态，已经我可能没办法再梦想那么大，我守得住中正万华，我就已经很偷笑了。看我这中正万华，我都已经民调输20%，我还在那里讲，哇，那边也要找厉害的人出来选我。你知道我在离开时代力量的同时，我还在说服一些不错的不分区，他们可能都在不同领域，本来都完全不关心政治，但他那个领域。传统被认为比较蓝的那一种，结果是我退出时代力量，就这结果是这样。然后我算来算去，就是不要再画大饼了。我能够守住中正万华，我就是已经是对我的生命以及对台湾都是一个，对得起大家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好不容易守住，但是我那个时候都是抱着没有，就是洪慈庸跟我会一起赢，其他的地方我本来说服的那一些人，后来都不选了，也没有关系。但至少我第一个说服的洪慈庸，他最后会跟我一起连任。结果我连任了，洪慈庸没连任。然后慈庸知道我那一个晚上哭很惨了。其实我是明明是连任，结果那一天很惨。然后就接着呢，当然对啦，吴峥、亮君他们现在听我这样讲，说不定就觉得很不爽。我就觉得他们就知道，我就开始变得没有像以前那么用力的。有办法去说服他们一起，我慢慢的发现我这个心态，我没有办法那么强迫自己，也去强迫别人，然后我就进入一个我不要用跑的，我也没办法拉大家一起跑，我可以用走的，那别人要不要走也 OK 的，都 OK， 大家自己，因为某一部分我也觉得很赞的地方就是，就 Freddy， 你以为你是谁？你要认清这件事情。我20几岁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什么事情都可以达得到。那所有的人都说你不可能去巡回啦，然后大家都觉得那哪有可能？结果我们是第一个唱 Fuji Rock， 又唱 Summer Sonic， 然后又唱 Vacan Open Air， 又唱 Ozfest， 然后第一个在国际是做 Tour Bus 的巡回。所有以前我们在电影上面看白人做的事情，我们是第一个台湾人做到。
觉得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干，我其实超级屌的、啊，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就一定做得到，然后这个很屌啊，就继续往这样冲下去，然后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就是我连任的那一个时间点，那个是2020的话，我几岁啊？44，我觉得就没有办法，就你要认一件事，你要45岁了。你的体力、你的精神力、你的记忆力，那些全部你不能不认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开始有这个体认，你不只没办法拉着大家一起往前跑，你还要成为不会扯后腿的那一个人，你不能是一个顽固，然后告诉大家说，啊，我较早就是安尼拼呀，啊，现在是要比赛，你听我的敢比赛。不能变那一种顽固老人，你知道吗？要开始发现这件事情，你觉得会通的事情不一定会通，因为时代已经不一样。你现在要听别人的，你要听别人怎么弄，而且你要尽量鼓励别人出来做更多的事情，然后你去做你在这个年纪、这个时间点更自然、舒服可以做好的事。可是你当下感受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坦然的，我是先哭啊。当然那一个部分是因为慈庸没有连任所以哭了，对啦，但是一时的那一个情绪是就一直下去，就是好几年。那一直到2023，我发现我的外公也是228的受害者的时候 ，OK， 那个时候是一个蛮大的第二个转折点，就是以前都没发现，没有，以前都没发现。我以前对我来讲，228白色恐怖这一些所有的以前政治的受难的东西，都是一个我知道台湾存在的历史，但是跟我无关。我希望帮大家发声，我希望大家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我的家人，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些事，所以我本来都是不管说创作上面有用这些台湾历史的题材，用228的题材，或是以前办演唱会，我们办228的那个正义无敌的演唱会，再到做转型正义的这一些议题的倡议，到立法院里面去推任何转型正义的相关法案，促转条例啦、权利回复条例啦、政治档案条例啦，这些我都不知道，我家跟这个有关，你都不知道，完全都不知道，怎么那么酷？你单纯真的，我真的是很傻眼，就是我完全是抱着一种说这是一个公益，这是一个人权，这是一个人权的议题。那我觉得一个国家要有它的尊严，这一些过去的事情就是要把它直视的。是，那你要让这一些受难者的家人、受害者的家人，包括受害者本人，如果还活着的话，他要能够得到他应该有的这个平复，这个都是我认为对的事情。所以我就从音乐的时代到进到立法院都一直做。然后当初我说应该要跟一些欧洲国家一样，把这些政治档案全部都要上网，放到网络上的时候，我记得是在17、18年的之后就开始陆陆续续放上去了。虽然中间我跟国安局等等都还辩论好几次，他们说这个会有国家安全的问题的，反正现在几乎都放上去了。我是2023吧，还是22、23，我就上网查，因为我就想说啊，都快卸任了啊，这个也算是我的政绩之一，我来查看看家里的长辈的名字，突然就查到我外公黄本根，他有228的时候被逮捕的资料，然后我想说是同名同姓吧。所以我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件事情。然后我问我妈，他们也觉得不可能啊，这没听过啊。然后后来我就问228基金会，228基金会就跟我求证说，这个黄本根是不是什么学校毕业，京都大学毕业等等等等，是不是这一个？我说是，他说哦，那就是你外公没有错。我在讲什么？我48岁、47岁啊，我妈妈70几岁，我阿姨、舅舅。我外公在那个事件之后都没有讲，都不讲，而且还告诉他的小孩说，就是不要去关心政治。那也而且有大概10年吧。我妈妈她国小6年有5年的时间都在换学校，一直转学。那从南到北，台中这样子到处一直搬，就是没办法安定下来。常常是我外公先跑路，我外婆就要带着4、5个小孩一起跑。然后我舅舅是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就被家长，就是我外公外婆送去给别人带，就不能跟家里住在一起，因为他是独子，怕危险了。对，所以然后我的大阿姨记得我外公在
我外婆的爸爸出山阿姨刚被抓的，所以我大阿姨她现在80几90了没，就还有一些印象，她爸爸被抓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但是她都不知道后来怎么回事，什么都不知道，家人也不觉得他是会关心政治的人。我后来把档案全部都调出来嘛，包括他后来的各种的这些有的没有的档案全部调出来以后，他被逮捕的时候是因为他在228那个时候不是有那个228事件处理委员会，各地都有，他在凤山的委员会，那他处理的是治安就是跟武器那些会有关嘛，对不对？然后他里面有一条是他对群众演讲。我阿姨就跟我讲说啊，不可能啦，一定去往喊嗨的啦，因为他就觉得我外公就从来不会去讲政治这些事，他怎么可能来演讲？他这个一定是有人陷害他就对了。所以我发现了家族里面从来没有人知道的事情，然后我把档案全部都印下来，而且最夸张是我关心228这件事情关心了一辈子。我闪灵组了快30年的时间，从一开始写，然后歌词都写对，写跟228有关，那这样一直下来，到最后到这几年才发现。然后我外公叫黄本根，对，我那个宇宙里面的主角叫做郑源，我外公叫本根，所以那两个名字几乎是一样的意思的，一个是郑源啊，一个是本根，我就很毛骨悚然，我就觉得很像是自己在写的一个虚拟人物跟世界的那一个神鬼的故事，跑到真实世界来，然后或是接起来了。就我写的东西，原来我写了半天，最后是在写自己家里参与过的故事。我完全可以理解。哎呀，这边好可怕哦！这个对，更可怕的还有另外一趴，我告诉你啊，还有当初把我外公出来的是那个黄兴安。黄兴安就是陈兴安是陈建仁的爸爸，陈兴安陈建仁的爸爸，对，就是陈兴安跟我外公都是公务员，那他们是京都大学的学长学弟 ，OK， 所以最后我外公一开始他被逮捕之后被保出来的保人是陈兴安，那我等到我申请下来我外公的228名誉回复证书，就我家人后来就觉得要行政院长是陈建仁，就会觉得毛骨悚然。我早1年就苏贞昌对，慢1年的话，因为陈建仁只当那1年啊，慢1年的话就是卓荣泰。好酷！我靠，你刚讲这个也太……对啊，我就然后，所以我就马上传给我那时候传给院长，那我就说，所以你还记得？因为他们2家一定是私交，应该是才会去才保要不然那个时候一大堆的人，你去保的话，你自己都可能要被抓走了，好不好？你还敢去保人？他就说对他有印象啊，他家就是小时候，他也特地去问他陈建仁的大姐，我才发现跟我的大阿姨是同学，是屏东女中的同学，他2家是世交，常常互相那个，所以陈建仁曾经在某一次访问的时候，他说他的印象中，他爸爸曾经有一些那个时候228的受害者。也常常去他家，那他帮了那一些人，后来不是也被他的政敌攻击说啊，你爸爸当国民党的高雄县长啊，然后少在那边蹭的，什么以前还帮228，有，就我就是证明啊。我那时候在看资料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闪灵到底为什么要叫闪灵？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说这些地下的灵魂是一个写他们的故事是一个有趣又有意义的事，对，所以其实闪灵代表的是台湾人的灵魂，死去的灵魂嘛。对，英文的名字 Phonic， 它的意思是地下的这些灵魂。对，他后来，但以前我本来就很喜欢这些神话的东西，鬼话神话。那只是慢慢的，我就觉得要写自己这个土地上面的东西。对，所以我刚才讲回来的话，其实在2023，那是一个我前面。就是慈庸没连任之后，那个比较是一个负面的一种，或者是一个有一点全身都没力了，觉得我已经用尽所有的力气，从2015年阻挡拼到2020年这样子一直往前冲，然后结果连我觉得最要好的这个伙伴都没有连任，
我觉得他比我还能够连任才对啊，因为他也真的是选区那些都跑得很拼。好，他没连任，我其实是有一点像泄气。但后来发现我外公这个故事以后啊，我就有一个功课。对，我觉得这个宇宙，不管是我创造的这个音乐的宇宙，或是我人生的这个宇宙，它都让我在这个时间点发现这件事情是我要去把它写完。这故事我要把它写完，要不然本来闪灵的故事我也不知道怎么结束。闪灵在写的这一堆白色恐怖跟之前的228的这一些受难者的故事，我本来是用轮回重生去写一个悲剧，然后再加上一些宗教的东西。以前没有想过我要怎么写到结束啊。那一直到了这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故事里面的角色、虚拟的世界接到了真实的世界的这一件事，就是这一个宇宙的结束，我可以把它写完了。我就所以为什么这一次的 MV 是把饰演我们那个 MV 里面的那个角色在百万遍这个 MV 里面让他出现在闪灵的舞台上。有那天我看到那个叫什么名字？潘正元，对，我们那个角色叫潘正元，那演他的人叫 Fin 嘛，他已经演了10几年了。我们好几支 MV 就是我们让他身上有不管说汤德章的影子啦、陈澄波的影子、高医生的影子，还是一些不同的受难者的一些影子，然后让他不断的重生轮回，然后因为他有神力，所以他想要试试看他再下一次他能不能改变他的命运。结果他又再变成另外一个受难者的那个样貌出现，所以他在 MV 里面就很多人说他要领几次便当，但每一次看都还是很痛苦嘛，因为每一次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很戏剧性啊，不管陈澄波、高医生还是每一位我刚才讲到这些人，到了这一次，就以前我以为我就可以继续这样一直写，但我觉得到这一次就是让他接到真实的世界。而不是在闪灵的那个宇宙里面不断的让这个不同的受难者的影子在这一个角色身上轮回。所以我觉得接着其实应该是看了我们 MV 的人，还有感动的人啊，或者喜欢这些故事的人，他自己可以发现，像我一样，我发现我们家的故事啊，你也可以去发现，不用让这个角色再轮回啦。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发现他自己家里的故事，不一定是228的故事，不一定是白色恐怖的故事，但是一定有你不知道的。对，你以为你已经很了解你家了。我舅舅80几岁，他在名古屋看到我带了一整份档案，印了一整份档案跟名誉回复证书拿去名古屋给我舅舅看的时候，他整个觉得很很不能接受，他觉得对历史对我外公很不公平。那我的阿姨还有我妈妈，他们哭了好几天，因为他们觉得以前有好多事情都误会了他爸他妈。不过我倒是发现一件事，就是因为我阿姨他们都觉得我外公他一定是被害的，但我觉得不太像，因为我开始就有点兜起来。你们以前讲外公当记者，对不对？当什么记者？我要去研究一下是当什么记者。结果后来在日本时代，他是当台湾民报的记者。老他啦，那个他一定是有政治意识的啊，他不是被害的啦，应该这个听起来就不是被害的。对啊，这个很清楚。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往前找，然后我就发现他大学的时候，我听长辈在讲我外公的时候都很骄傲，觉得他是他那个年代念过大学的，然后是知识分子。他当台湾民报，他们不知道台湾民报是反日的，他们只觉得说台湾就是当记者是一个看班级耶嘛，结果他是反殖民政府的，他是敢骂人的。然后他念了大学，他们本来长辈们他们只是觉得他们的爸爸当初念大学，最后没有办法在社会上面奉献他的能力，很可惜。结果他是念京都大学，是日本最有名的反骨的学校。然后他念的那一年1932年，他去念的时候是发生京大事件的时候，也就是日本民族史上面的一个大概大学里面发生最重要的一个事件之一。我就把这些资料就传给长辈们看，然后我还跟京大去年我还跟京大申请我外公的
毕业证书，成绩单，对，我就跟他讲说，我想要去看一下这个人史料，对，有没有照片、成绩单，以前还有没有什么报告啊什么，反正最后他们就印成绩单给我，他们应该觉得我超怪啊，就阿公的成绩单，对，我也传了一大堆我的户政资料，他真的是我外公来了哦，谁会对你阿公啊？那一半你整个成绩单，今晚节台湾人工要来看，这是上面要看一下他数学考几分的，对啊，结果一看就是因为他人权类的、宪政类的都很高分那种这个是有传承的所以我后来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在那一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开了一个开关，让我知道说我应该要把这一趴写完，以后要干嘛我不知道啦，但是这一趴我要赶快写，所以歌会叫百万遍也是因为这样，因为那个金大的旧校区的那一个 corner 那一个 cross 就是叫百万遍交叉口那边有一个庙叫做百万遍知恩寺，那因为那个庙已经好几百年很有名，所以那一整个 block 就是叫百万遍我很多刚刚讲的那些启发都是在那个地方，写歌也是在那个地方写，就带着那些给西乐器去京都以后，然后在那边申请成绩单的时候，然后去以前我外公他念书的时候他住的地方，就留了很多的想法，你觉得这个冥冥之中是有注定的吗？我不敢这样讲，因为中间每一个人都不相信。我讲的是，就是说有一些人会觉得这个是冥冥之中有某一条线留下来，不管透过我妈妈还是透过什么，但因为我刚才讲了，我的长辈他们都不，他们认识的他爸不是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是一种机缘嘛，我不太会讲，就是一个很奇特的巧合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相信是因为某一些东西留下来导致我开始写跟228有关的，我不觉得是这样，因为我讲了我的长辈以前是懒的这样比较快，对啊，这听起来就不合理，对，所以我本来就已经反骨了，我就已经我为了这样，以前我妈妈后来当然都是支持绿的，但我以前跟我妈妈争论这一些，争论好几年。就是我头碰敏敏的时候，对，笑死，所以不可能留给我，因为就没有了。对，这个很酷你很怪哦，这个是没有，因为我觉得我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生命对你来说是一种必然还是偶然？你说我自己的生命吗？还是说对？我觉得是，看我以前一定会说必然的，但我现在应该比较倾向是偶然的。我应该这样讲，从发现我外公的这一件事情之后。我慢慢的觉得我是属于一个更大的生命的一部分的这一个感受更深刻，所以我变得更偶然一点。所以它其实冥冥中传承下来这个东西是可以成立的啊。是，只是不是透过我的家庭这样子，但就是当然不是透过，因为你如果透过你的家庭，就不是冥冥中了。好，也对，没错，对啊，就是因为不是透过你的家庭才叫冥冥中。是，对，所以我从我发现我外公的事情，然后开始写100万遍以后，我重念了很多我以前很喜欢的日治时期的小说，不管说杨逵啦，或是王长雄啦，这一些人的小说，我发现看法都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都是看他的反抗的那一块，就以前大学时代都是抱持着这种革命情操嘛，对不对？以前的反抗精神的。对，现在我发现就是他怎么描写他们那一个时候的生活。然后他们在那个生活里面维持反抗精神，而不是只有反抗精神。所以我就觉得，
你长大了，是吗？我觉得再用踏实一次这个字好了。我觉得我更踏实了。以前我会抱持着一种就是往前冲嘛，一直往前冲。现在有一种，你看我外公他也是在一个这么困顿的方法之下的用走的。我觉得他有没有往前冲呢？你看他都不讲了。他政治那些事情都不讲了，但是我在网络上面查到，他还是有偷偷的去参加有个会叫义壮会。我为什么会查到？是因为义壮会就是杨逵啊，他们那一些当初日治时期留下来，然后有被关啊，或是有一些政治理念的人，他们老了以后，在60年代吧，组了一个会叫义壮会。那他们也没有真的在关心政治了，杨逵都被抓去关了，反正就是讲文学，但是名单看到我外公的名字。然后我阿姨说，我外公那个时候出去哪里都会被我外婆问得很，就是不准他再去搞这些就对了。所以我只是要讲说，长大吗？也说不定是成熟了。就是更生活了，生命应该更立体。你的生命中你要顾虑的事情很多，但你从来没有忘记理想这件事，公众的理想这件事，其实就够了。就是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找到一个平衡的方法往前。以前你会觉得你不这样做，好像对不起谁，存在没有价值，好像不够，对，好像对存在没有价值，好像没有拼出来过一些什么事。那先不管我至少选过立委，也做过这些事，但是现在接着的这一个人生，如果放在刚才讲杨逵的身上啦，讲我外公的身上啦，讲这些当初曾经被生活被搞到很难生活下去的这些人的身上，他也就是你看我外公有5个小孩，他老婆一定是超不爽，觉得说你念到大学，念到京都大学，你的学弟最后乖乖的话，也是可以当到高雄县长啊，你现在这样子整天带着我们跑路，一个小女儿6年的国小要换5个，那我们要跑到什么时候？他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他能够做怎么样的关心，他就去做怎么样的关心。我觉得我慢慢的觉得，然后也蛮有一个，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叔本华，但我以前喜欢叔本华或尼采的那一趴都是比较酷的那一种感觉的。那我现在比较有感的就是生命属于一个更大的生命的那一种踏实，就还有吴峥在努力耶，阿南在努力，还有佩玉在努力，还有黄杰在努力耶，担心什么呢？成功不必在我。对啊，就我们也有在努力，但在我的岗位努力嘛，对不对？像我最近写的那个最近我常常在看那些留言，很多人说听了100万遍或看了100万遍的 MV 以后哭了的这种，然后我哭了，请问哭了正常吗？然后下面就好多人不哭才正常，刷了一堆。这个其实我在从政的过程这8年没有过任何这样子的，当然赢胜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哭嘛，但是你平常在当政治人物的时候，你很难用一次精彩的演讲让人流泪，或是你在政论节目表现得非常的好，让人打动别人，他一定也被你打动，但是理性的部分被你打动了。就说哇，看林长佐讲的真好，阿苗讲的赞我一定要转发给别人，对不对？对。但是像听音乐或看电影的这种，看完以后惆怅很久，然后或是哭了，或是人家问你最近你看什么电影，你觉得或是听什么音乐觉得很有感，记忆深刻的这种，这个做政治人物不容易，很难达到这一种。我就觉得做音乐这件事情啊，这嘛是天公伯啊，或者一个天赋啦，我们还能够因为用这样的方法，我觉得应该要珍惜，而且是不要用跑的方法珍惜，用走的方法。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如果怎样笑屁哦，整个晚上我都在问问题。你要上厕所吗？不用，我觉得超赞的，好不好？我们这里问题是不会停的。对啊，我觉得我有题库，我觉得超赞的。要上厕所？我觉得我好难讲这件事，但是现在看以前喜欢的东西的感受真的很不一样。我刚才讲说叔本华的也是啊，因为叔本华讲说音乐是
最真实的一件事情，比语言这些都还要真实。我以前不是太懂，然后但是到了我最近体会到说，我会写歌这件事情是我做政治人物，它有一些层面是我做政治人物达不到的，例如让人哭，让人一辈子都会像我前一阵子看某一些在拍电影的人啊，他说啊，他以前听闪灵的歌，我想说，干，你现在拍电影的人以前听闪灵的歌，你现在是几岁？我现在是几岁？然后，但是我就会觉得，因为现在拍的很多台剧其实都很感人，不管说有理念在里面，或台湾历史的纵深在里面。然后他被问到说，为什么他对台湾的历史，尤其是日治时期有感？他说，他以前听闪灵的高沙君那一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就开始除了算年纪以外，我就觉得做艺术这件事情好好哦，就是你给人的改变是对一个人的个性，人生的选择的一种，不是理性型的，是真的是你怎么去形塑你的生命去，但是它可能是 lifelong 的，就是对一生的影响啊。对，像我，如果人家问我这一辈子看哪部电影是最哭点最多，会一直爆哭的，我从小到大看哭最多的就是那个鲁冰花，台湾的翻译叫什么？那个罗宾威廉斯演的那一心灵捕手吗？不是，那个更前面的片，更老的片，那个 Dead Poets Society， 春风化雨啊，春风化雨，我知道，对，他当老师，对，OK， 然后那他对老师讲，他对学生讲的那一些事情，以及他最后对，他就扛了。学生里面有人自杀了嘛？等等。对，反正我现在要讲就是，那个电影对我来讲，你跟我讲说哪一个政治人物的演讲影响我一辈子，我一想到我就会觉得说我要哭了或什么，我好像想不出来。但我觉得艺术这件事情不是很能够做，其实真的比较有机会，蛮感谢的。我们都不讲49，都讲50嘛，对不对？你可以对我讲49。再怎么样也是即将跨入半百老翁年纪，没错。可是他还在那个他还在那个49，他的体他在49边缘。对，你知道他今天喝的是零糖的对，零糖太。那我比较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会怎么去形容？我们讲说，如果人本身它就是一本书，你会用什么样的文体去形容你这50年来是什么文体？譬如说是小说、散文、叭叭叭等等这都行。那你接下来的书写，你会用什么样的文体书写呢？我觉得是小说吧。我觉得，可是小说它有 fiction 的成分在里面，是一个奇幻励志小说吧。就一开始都是在一个我们来做看这个不可能的事吧，中间应该会有很多好玩哦。是一个 adventure 的这种小说吧，所以每一段都是这一段冒险结束了以后，那下一段呢？下一段有什么 adventure？ 我们来试试看吧。OK， 我觉得应该是。所以下一段也应该是另外一段冒险故事。虽然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OK， 所以生来就是来冒险的，听起来。所以我说享受生命吧。所以我说你现在就是一种休息跟酝酿差不多的意思吧。因为你接下来要冒险呢。因为前面去爬喜马拉雅山爬有点累，现在下山对，下山喘一下，休串节，缺氧，手指已经冻掉一小节了。对，要休息一下。六坤节，对，整一下装备。但我觉得我的下一个阶段一定不会是像之前的那个心态了。因为我已经感觉到那种。自己是属于更大的一个生命的一部分，让他踏实。其实我那一天跟，这样讲到底对家人好不好呢？对 Doris， 对秘鲁，应该我跟 Doris 讲过，应该也是，应该可以理解吧？因为
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说2月多，我不是得了一场大病，对，就是盲肠炎，结果引发到接近败血症，反正就很夸张。那前面反正看诊所又误诊啦，所以我拖了大概2天。那最后在家里要去医院之前，其实我是在自己的房间抽蓄，大概抽蓄的那个过程里面，是没有办法叫 Doris 或是小孩来带我去医院，什么都没办法，就是我声音只有一直这样子，然后也没办法大声叫，然后全身一直抽蓄。我就慢慢的告诉自己说，好，可不可以停止抽蓄1秒、3秒、5秒，看可不可以再久一点。我大概就是这样子，一直不断的想办法让自己安静安稳下来。到了可以叫 Doris 的时候，还叫他赶快带我去医院。可是在那之前，其实我已经曾经想过说啊，那如果就这样走了，也是就 OK 啦，就这样子，就是觉得我们关心的事情都有好多人在努力哦，也不差我一个人呐，所以蛮好的，可以跟大家一起努力，真好。所以这辈子好像也然后说有什么后悔的事，就这样了。谁能够像我这样子，自己想做的事也做到，然后自己觉得对的事情也做过，这样 OK 了啦。看起来蛮精彩的。对啊，也 OK， 然后可以过那么多辈子，对不对？看每一个时候都会觉得，看这个我有活过那一个时段，所以就觉得我以前不会，我以前其实算蛮怕死的，一直觉得时间不够。我一直觉得时间不够。我人生第一次发现时间很不够，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高中一毕业，我拿到毕业纪念册的时候，就是在家里大哭。我发现我的人生如果可以活个，因为我阿公是70岁左右过世，所以如果可以活个70来岁，我那时候18岁嘛，我就算说哇，看我已经用掉1/4嘞，我1/4到底做了什么？我到底在干嘛？剩下3/4我要怎么办啊？然后我就大哭，我就觉得哇完蛋了，就一下就要用完，明明还剩3/4，但是觉得快要用完了。对，所以我后来一直都是很不想再去想这一件事，就是尽量把生命用在觉得该做有价值的地方，一直拼，绝对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因为时间生命不是像钱是可以再赚就有嘛。钱花完了就下个月薪水又来了嘛。对，看你的生命就是倒数计时嘛，只能倒数计时。你当然可以说啊，我健身一下，身体养好一点点，说不定就不会，所以多活个3-5年呢。我不的信到这啦，因为我阿公70岁过世，我爸爸69。我爸。我的体质其实跟我阿公比较像啊，所以我就觉得身体可以养好一点，但是我如果活到70岁左右过世，应该就是我家这一系的差不多的家呢。但以前我很怕想这件事，因为觉得哇，那我这样子还剩多少时间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没了呢。那一天就是觉得自己大概撑不过去的时候，是第一次觉得。我就是回归到整个这个很大的一个生命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关心的事情都还有人在努力，以前也有，未来也有。我觉得这个归属感很赞，我不太知道怎么形容。我那天有问 ChatGPT， 就是这到底是什么归属感？真的啊，就是然后我把我喜欢的几个，包括康德啊，几个哲学家全部列，我说这跟他们讲的东西会接近吗？就是一种。因为我们平常的归属感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嘛，对，就是现在活着的这种家人、亲友，所以这是同一个时间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归属感，这个地球这个空间。可是，在时间上面的归属感，就是跟已经死掉的、跟还没有出生的这一些的归属感，我觉得我现在是找到这种归属感。那这个归属感，我觉得让我不怕死亡。那也在那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就觉得也不一定要再跑嘛，之后想要做的事情就努力做，也不会因为这样不努力做。但那个努力的意思不是因为很有压力，不是因为不做好像不做我就完蛋了，不维护啊，不是，是就是好好的把自己的生命用在自己想做的地方。
但是我没有任何的后悔。如果没有做好，没有因为任何原因要突然出去就被车撞了，那怎么不要抖啊？但不会后悔。结果那一天我还是有去医院呢、去医院之前的时候，那个 Doris 帮我量体温42度，哇，42，哇，我看崩溃心惊驾起42到医院去，医院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急诊的时候我说你真的不行了，怎样？然后赶快一直看帮我42不是开玩笑的。对啊，我真的想说我那一次，然后住了快2个礼拜。那外科的医师一直跟我说 OK 了，没有问题，那个盲肠炎很快就可以走了。然后那个抗生素的那个叫做什么科？反正血液还是对，反正那一个内科，但不知道叫什么科，我忘了。他就是一直说不行，你某几个那个细菌一直还没有杀死，然后某一个细菌它还没有培养出来，那到底是什么菌？所以你走的话，你的那个血液可能还没有办法那么干净，还要在那边一直观察，抵抗力还不行了，应该是这样。对，那你会怎么去形容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你生命中最好的导演、演员还是编剧啊？还是你只是打灯？还是剪接、摄影啊？看这个就是你刚刚问的那一个，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类似的意思嘛？对不对？不太一定。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它是相同的意思，我觉得是导演，但不一定是很好的演员，也不一定是。我觉得应该是导演啦，如果是我的话，或编剧啦，编剧。为什么？那两个只能办导演跟编剧，你只能编剧。为什么？对，为什么？那你生命的导演是谁？不知道，提供呗啊。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你是你生命中最好的编剧呢？因为我蛮会帮自己写，接着应该要怎么走啊？对啊，就我前面的路一直到这边，几乎都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做这件事，这样去写。那至于做的好不好，就是我演的好不好，这个演员有没有称职嘛？对，这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都直到现在啦，我一直都蛮确定，我应该就是要做这件事，这个人生才没有浪费。这种东西其实比较有趣，是每一个人的诠释。我觉得人生就是一种诠释。那你怎么去感受你的人生，你就会怎么诠释。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视角的问题，我就觉得很有趣。对啊，那我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是编剧了。为什么？这就跟我刚刚说，我6点半都会，以前现在没办法。以前6点半就会跑起来去游泳一样嘛，我会是一个写好，就是你6点半就是要去游泳，然后你就 keep the promise， 然后就是要去，因为编剧已经这样编了，那个编剧是谁？是林长佐。所以你不能不去演，所以其实有点那个肉体那一个人是演员嘛，OK， 但是上面那一个教那个肉体要去游泳那一个人是我。所以我蛮常我去学校演讲的时候，他们常常会问我说怎么保持纪律啊？我其实把这两个蛮分开的。所以我跟吴峥他们去国外巡回，去巡回去演讲，都变成去表演了。去演讲的时候啊，我那个跟我一起去的朋友，常常都会跟我住同一间的朋友，常常都会觉得被我吓到，因为早上我如果是几点的闹钟，我就是一听到我就会跳起来，就坐正在，就会从床上坐起来，然后就去刷牙，听起来很恐怖。对，当兵哦，他们就吓到，对，他们会想说你是再多睡一觉。我一直到没办法做这件事，是在立法院某一天，因为我在家里也是这样嘛，然后起来我就会讲起来了，然后就去刷线。但是人过了45岁以后，你要先在床上坐一下，
不能一下站起来，对，血压会忽然升高，就那一天突然之间全身都头晕脑胀，没办法，就走路就觉得那个平衡不对，对，要先在床边坐一下，对，不然血压会一下子冲。对，你知道我们3个人加起来已经150了吗？所以听我们节目的人，如果你现在已经超过45岁，你那一天如果觉得平衡不太好，就是因为你早上没有坐久一点。对，床边要坐一下，对，不能马上瞬间站起来。你一定摸一下笑脸呐。认真说，我一直很想要，我不想要讨论这个话题，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讨论一下。3个加起来150，听起来很可怕，很恐怖3个人加起来已经150了，太可怕了。我还记得我爸50岁的时候，那我那时候18还20岁吧，然后我爸就看着电视上说，这电视都乱报。我说什么？他说那个电视都说什么半白老翁怎样。他说我现在就50岁啦，你看我像老翁吗？像。然后我就说我们小时候觉得像，我就觉得其实还蛮老的啊，感觉还蛮像的。然后现在我也快50岁了，我就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年轻啊。你问我小孩，小孩就说：“你很老了嘞。”我以前也都觉得自己很年轻，尤其我告诉各位，在政治圈里面，你很容易以为自己很年轻，因为政治圈大概正常的社会老个20岁这样。我讲我不爱算的时阵，你欢迎来对一寡迄个前辈委员都讲，你还我少年，你是少年的呢，你不爱算的呢，60岁很多。我是讲。你可以看咱政治版才会说林长佐年轻，好不好？对，你40几岁，40好几的这一种算什么年轻？你来去社会版、影剧版、体育版，40几岁版也是老的。对，拜托，真的啊，对不对？40几岁算什么年轻人？你几才归我们家少年郎？我记得以前看那个 Led Zeppelin 齐柏林飞船，40-50岁就是回来演唱，然后大家都感动到热泪盈眶这样子。对，真的就是再度付出，这样哇，就看到神一样这样拜这样子。然后他已经很老了这样。所以真的不是这样子的，真的，我们现在要感觉到老，而且但这个在你们2个人的面前应该不用，因为你们做 podcast 还不会。我的感觉是要特别自我提醒。为什么？因为我以前是对网络这种东西就是很敏感，所以我记得在07、08年那时候扑浪刚开始在用的时候，扑浪 Blog， 我就常常在跟一些很关心政治的朋友讲说，因为他们都会正在帮一些长辈政治人物教他们怎么用扑浪等等的这些的。以前扑浪刚红的时候，每一个政治人物也赶快学怎么用嘛。我就一直跟他们讲说，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要怎么让现在这个用扑浪的这些人到政治的第一线去代表我们的立场讲话，他才能够影响正在用扑浪的人啊。而不是我是说你叫长辈来用扑浪，那年轻人看到长辈都来了，我就快跑啊，就是舞厅一样啊。舞厅如果我们在这一个舞厅都是50岁的阿伯，对，这一个爸一直喝喝个很爽，然后就突然之间长辈都来了，爸爸妈妈也来了，看我们换一家，对不一定是这样。Facebook 我也是这样啊 ，Facebook 我长辈来了，长辈来了就对我赶快我下 IG 好了，对，就一定是这样的。然后我只是说我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也是。在政治圈到后面这2-3年，不管是佩义、黄捷、吴峥、阿苗，反正我们明明就是一起在外面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他们突然就在那边发限动，我真的没事，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发限动，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要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开始按，我就开始在想，我们刚才不是一起经历一模一样的半个钟头，哪一个钟头？中间是哪一趴我错过了？你们在按什么？没关系。然后就在那边一直弄，然后就发出去。哦，限动发了，你发了吗？你发了吗？我说你们发什么？发什么？
然后当然我办公室的团队就会开始教我说什么时候现在要发现动，你去扫街啦，还是参加什么活动的时候啊，怎么样，那个就是一天就会消失的东西，怎样的这边学，然后告诉我，所以你看到什么其实就是你觉得没那么重要，但是又有点有趣，就是他们讲的。我说干，平常我们要发觉得重要的就算，现在是要发没那么重要但是也可以发的好。等到我会的时候，旁边的人又开始发短影音。我那时候在限动跟短影音的差别是什么？为什么现在要发短影音？然后就跟我讲说，短影音就是可以留超过1天的。那为什么要发短影音？它为什么可以？那它比限动重要，是这意思吗？干，所以我团队在那边教我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当初我叫政治人物不要学噗浪的时候，我就跟我团队说没有啦，不要再教我了，应该叫现在在用的人去选举就对了。对，就让他们去选举，让他们去说服年轻一代，除非你说要让 Freddy 去说服我50岁的人，那你如果说要让我去学年轻人怎么用，来去说服20几岁的人，我老公这个不是正常的社会该发生。我们要让能够说服20、30岁用这些短影音用的很熟用的人。限动发的很勤快。对啊，或者在我学到会的时候，你们有新的，对，这怎么行？这一种事情是我20年前在提醒长辈，所以我就是那个时间点，我就觉得不行，我如果现在继续努力的学限动，我一定出事了，对，我还在出代际啊，笑死我了，那这还蛮好笑的。正常的我应该是不学限动，然后叫已经在用限动的人，你赶快去选举，这样才是正常嘛。我等下学到会，然后我还继续选。对，有一点丑，有点丑，丑一。对，天哪，刚那一段实在是太好笑了，时代的眼泪，时代的眼泪真的是。现在还有人有噗浪有啊，对啊，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他们现在还会上噗浪，现在还会对噗浪还开，好像是有一些特别的群众某一些群体的 ACG 啊，还是什么？有听说有一些对。你知道现在流行什么吗？什么？而且我现在更宅了。我在当政治人物的时候，可能每天还要一直看最近流行什么。我现在才那你说现在流行什么？现在应该 Threads 比较红吧？现在最近你说平台一定是 Threads，我知道，但我没用。我有开账号，我开了账号以后就都没用。拍谁听本节目的应该很多人在用，很多。对啊。那你觉得最近还有流行什么？除了 Threads 以外，你讲一个我们不知道的。没有啊，最近大部分人的时间应该不是花在 AI 上面，就是在 Threads 上面。你居然会去问 AI 我现在每天都在跟 ChatGPT 还有 Gemini 聊天啊。对啊，认真。对啊，我把就是例如说我认为的一些哲学问题，我参透的一些作者他背后的意思，问他是不是这样，结果我发现他觉得不是，我也不鸟他，我只是要跟他聊天的。你会不会跟他吵架？你不要跟我说会，拜托。我会跟他辩论。我之前有一次问那个 ChatGPT 说，你觉得战后的东亚政治人物里面，谁是最有这个哲学概念的？然后结果他就写金大中，然后再写他也写了毛泽东、赵紫阳，然后再写了一些我不认识的，包括菲律宾、越南的。对。然后还写蒋经国，然后后来我就他 ChatGPT 就会写原因嘛我发现他把我们学的那些论语啦、儒家的那一些也当成哲学 ，OK， 中华思想里面的那一些思考我的意思其实是问西方哲学，我的意思其实不是问他认知的这一些儒家的这些东西，也把它算成哲学的话，你当然可以讲，所以。我就跟他辩论啦，那就是我现在开始跟他辩论，我说那你觉得西方哲学的是谁？他就开始跟你辩论说那是谁？我就说那李登辉嘞，我最后就问他李登辉，因为李登辉他最喜欢讲康德嘛，对，他就说李登辉如果你是在问最有西方哲学素养，并且把他对于哲学素养的信仰实践在他的人身上的话，那就是李登辉。OK， 对，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有在跟我辩论。
就是如果我本来的问题只是说谁最有哲学的深度这些，他回答的都没错。他觉得他回答的都没错，所以是你问题没问好。对，而且是我认对，就是这样。所以我跟他辩论到最后，他说：“你如果要讲李登辉的话，是西方哲学素养以外，还要把这一些他对哲学的认知，因为他最喜欢康德嘛，他把康德的这一些想法实践在他的人生跟他的工作上。”我说：“好，算你。”你有写就好，算你没有，我后来就蛮生气的，我就问他说：“好，你听说我把我们的对话删掉的话，你就不会留着记忆，对吗？”他说：“对。”我就说：“那我把你刚才跟我讲的这一串东亚最有西方哲学素养，并且把他信仰的哲学观点实践在他的人生跟工作上面，这个问题我拿来问你，你是不是就会回答李登辉？”他就说：“一定是李登辉。”我就说好，你说的哦，那我就把这个删掉了。我就说好，就把它删掉。我就再问一遍哦，西方哲学素养的这个东亚的政治人物，然后实践在人生上面。就他又回答金大中，他说会，我就直接在下面回答他。我就说，我刚才在我们删掉的那一个的聊天里面，你说一定会回答李登辉，他就说删掉了，我就忘记了，哈哈。他耍赖，他小啊！是不是会跟他玩起来？你们是不是回家今天就要开始玩了？我觉得，请问 Doris 在你身边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现在就是最经常半夜看我还在妹子按了，我在跟他辩论。对啊，我在跟他辩论，像那个因为讨论李登辉的一段时间，我就在跟他辩论那个纯粹理性跟实践理性，就在跟 ChatGPT 辩论啊。我觉得他的理解跟我不太一样，有点对，我就一直跟他，我快烦死，感觉你很容易认真的起来，超认真，整个超认真，多人就觉得到底在认真什么鬼？对，到底又不是在跟人聊天，真的。因为刚刚在听你在就是我们谈话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很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你的生命是虚还是实啊？其实对我来讲，以前的话都是实的。我好难这样解释哦，应该是这样解释吗？没关系，以前比较像是实的。对，那一直到我在写《100万遍》这一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是我打开了一个虚的空间。所以到底是实的部分灌进去虚的，还是虚的灌进来这个实的，我没办法确定这件事。就是虚的那一个地方，要把我的整个实的生命都变虚的了吗？还是我这个实的这个地方，要把我本来认为虚的那一个地方都变成实的？我其实不太确定。可是刚刚前面我们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你有讲到一个，就是说你前面有一个过程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再来是见山又是山，见水是。对，那你觉得现在是如何？对，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实还是虚？因为它是硬点嘛。我知道啊，对，对不对？那现在在走到这个阶段来了，现在这个阶段，它是实还是？所以我觉得是客观的实。现在这样的讲的话，应该就是我知道有这件事了，然后我也是属于这件事。这个实，如果说它是一个大的生命体，或者是宇宙，或者是一个我们的 cause， 我们觉得一个重要的使命，那个使命是实的。然后我自己是虚的吗？我不知道。我以前会觉得我就是那个使命了。如果以前的我的话，所以我会见山是山，就是例如说让台湾变成一个尊严平等的国家，这个东西就是我林长佐该做的事，很实在，就这样。所以我看每一本书，感觉都是看到
对不对？我从看日治时期喜欢的小说，看的每一个那个觉得很有感的那一些部分，都是往我自己的喜欢的那个角度在看这些事，然后接着就进入一个好，因为这样子，除了喜欢音乐以外，我应该要去做一些我没那么喜欢，但是我做了可以改变一些事情，至少改变我自己的住的地方，所以去选举好了，去组党好了。然后现在就是发现，我觉得很重要的这一些使命也不是我的啊，是大家的啊，而且大家也都很重视除了使命以外的事啊。所以是很多的人一起在把这一个使命做好，不是一个人努力去做，所以其实每一个人也没那么重要啊。所以前面的那一段蛮自私的，你不觉得吗？自己觉得自己很重要的那一趴，不会啊，就很中二而已啊，不会没有。对啊，不是自私，但是蛮好的啊。对啦，好的啊，就是觉得自己很重要，很重要，这个事情很棒。这个就是我刚刚在问啊，就是说它的硬点，你会觉得它是虚的、虚的还是实的？这个会是在每一个阶段回头去看的时候，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看法。那这个东西，这个在那个当下感觉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对。可是这个回头去看的时候，它其实最有趣。对，为什么你会觉得当时的那个你会觉得是实的，而你现在回头去看，会觉得那个硬点其实是虚的？但我觉得刚刚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譬如说，林长佐会说啊，他就是他有个指导灵叫林长佐，会告诉肉身的林长佐说，你要起来哦，早上要做这个事情哦，然后就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林长佐？对，我也想过这件事。就到底是那个指导灵，还是那个肉身的那个？对，而且肉身的这个林长佐死了以后，那个指导灵也没了。对，所以如果有人觉得那个灵魂才是你的话，那为什么肉身死了你也没了？对，这个就是虚实啊。对啊，所以可能也是没办法分开的。对，然后还有包括一件事啊，就像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就是后面会聊到一点跟亲子有关，这个等下大家会发现，其实跟你平常的事情教小孩有关哦。我现在先讲理论的上面，从看那个康德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纯粹理性批判跟那个实践理性批判之间，过去我啦，至少我会一直觉得事情先想通，再决定要不要做，的这种概念，对，所以我从小就是一个觉得，如果不确定自己要做这件事的话，就不要做，不应该是这样。OK， 不应该要，对，你干嘛一定要去服从学校的老师？应该，因为你要自由，你要先想清楚啊。老师叫你做这个，到底该不该做，对不对？我相信大部分，不要讲长辈，但大部分现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应该也都认同这样，就是你该做的事，本来就是应该先想清楚啊。要不然人家叫你干嘛，你就要干嘛哦。但是你回想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很多事情，其实是你在当下真的想得很清楚的，你根本没有想清楚，你只是在一个客观的状态之下，你不断的实践之后，你去发现那一件事情的乐趣，对，然后才喜欢那件事的。对，本来一开始你是很讨厌，对我来讲，钢琴就是这样。当我现在写歌，我最重要，我的音乐母语就是钢琴啊，是键盘啊。对，我如果没有经历过那2年很堵拦钢琴的过程，我没有办法到后来变得很拿手，喜欢这个乐器，喜欢拿这个来编曲。然后我会讲到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所以你到底是因为头脑想清楚，所以你才去叫自己做这件事，还是你的肉体不断重复以后，你的头脑才发现这件事有趣？这是我最近发现，
其实前者，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头脑先想清楚，才叫自己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很堵然被填鸭。老师叫我一直算这个题目，算久了我就会，我就会觉得很堵然，一直叫我写评量。我现在当然不可能说因为这样我就会叫我小孩，我现在讲到教小孩的部分，我现在就是也不可能因为这样就是叫我小孩一直写考卷啊，写久了你数学就很拿手，我觉得这还是不对的。可是我们在另外一个时候，我会跟他讲说，他现在在学体操嘛，他体操一定是充满挫折的啊，他会有好几个月都充满挫折，到了某一个时候，他自己突然之间他会后空翻了，他突然之间会某一个他本来都做个外国起出来动作的时阵，他突然好开心，他突然那一天有一种觉得他成长。然后他在一些这种小朋友的这些体操比赛，台北市的那个体操比赛也都得了好几次的金牌，他也觉得他有一个成就。你要让他先想清楚说做这个东西有成就吗？那不可能啊！你要让他先想清楚说做久了以后他可能会喜欢吗？我觉得也很难你要怎么告诉一个小孩说你前3个月都会很堵然，而且你有可能做3个月还是堵然哦。OK， 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觉得控制这个东西，我们是脑在控制还是心在控制呢？对我来讲，应该是，如果以我的实践过程，我觉得是脑。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回到心啊。对，因为觉得开心嘛。对，那一件事情有一个心情上的感受嘛。或者是像你刚刚讲说，我们好像以为自己都理性思考。先想完了才去做，但很多时候，譬如说我可能只是因为堵然，所以我就很想干这个事情。对，但那个堵然其实不是脑袋的，对，是心。对。所以我只是在讲说，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肉体做，做以后，然后才影响你的那个上面那个临场左，对。那个控制住临场左肉体的那一个临场左，觉得这样做真的不赖哦，或是那一个其实也就是一体的，他其实觉得不赖，这个肉体觉得不赖，心也觉得不赖，脑就会有一个理性的告诉你，所以我们就继续来做这个吧。其实你是被下面的控制的。我倒不会这样觉得。真的吗？我以前都是完全觉得就是。有一个主宰的临场左在控制这个，然后我最近开始怀疑这件事。有一个脑袋的临场左，然后跟一个有心的临场左，是有脑袋的临场左在控制这个有心的临场左，让这个有心的临场左去传递说他自己心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就不赖，然后传到这个有脑的临场左。或是有脑的临场左就会告诉这个有心的人家说，告诉你吧，就不赖吧。可是心比较重要，对，那心比较重要还是脑比较重要呢？我现在觉得可能分不开，在我现在人生的阶段，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分开的事了。但是总是有一个东西要去控制啊，就主控只能有一个。我现在有点不确定是谁在控制了。所以我最近有一些歌迷会传讯息给我说听了百万遍以后他的感想是怎么样啊。我以前写歌都很确定我的完整的心情背后的那个是什么，所以我可以告诉那个传给我的歌迷来跟他分享说我其实我现在没办法，我发现我可以用刚刚这样跟你们漫谈的方法讲很多，那个可能都是我写歌的背后的一些启发，但我没办法像以前那样讲得很清楚，说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一个什么样的心境，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那蛮好的啊。然后所以那个该位歌迷呢，他就回答，就问我说，这样听起来，因为我就是跟他说，你想到这样子，我觉得很赞。就是因为他讲的某一块不是我完全有想到的地方，但是他就说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他猜错了。我说没有猜错，我猜对，因为我现在其实也不太确定。就我写歌已经变得更用心写吗？我不知道，不是用脑写吗？对，所以我说蛮好的，就是说你从那个有脑的临场左走回到这个有心的临场左啊。所以现在在我们昨天才在问说，你觉得今天来的是哪一个临场左？
哦，现在可能是有心的林长佐，不是有脑的林长佐。现在暂时没有有脑的林。因为以前可能过度开发要休息。对啊，我最近那个我的主任他现在在黄捷他们工作嘛，每一次有一个新的那个政策上路啦，是我以前去要政府应该要这样做的啊那一种，他就会传那个新闻给我，就跟我讲说林长佐政绩又一发这样。干，我一看我都会讲说有这件事哦。然后我就一看，我就问他说：“我那时候咨询这个到底在讲什么？我现在脑袋怎么完全都还给你了？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我发现用脑这件事情啊，真的是要用力气去维持住一个状态吗？用脑这件事，要花力气，对，你要花力气，然后让自己在那一个理解那个知识，并且不断运用那个知识的那个状态。而当你停下来，它不像骑脚踏车啦，简单讲是这样，它不像骑脚踏车或游泳。骑脚踏车你会骑就都会骑嘛。我觉得很多政策面的东西，你当然背后的一个基本的理路，像我们这一种的，可能是要公平，可能是要不要被矮化。在国际上面，台湾不要被矮化，在社会上面，我们希望力求公平。那能够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比较弱的人，这个是一个我们基本的这个原则。但在这个原则上面搭建的所有的那些政策性的那些讨论跟辩论呢，我觉得那个不是你会了就永远都会。那个就是你最近有没有认真在看，有没有在思考？对，有没有在想？如果你最近没有想，你就忘了。对，你就忘了，真的。对，他很快，不是骑脚踏车这样，永远脚踏车一上去你就骑了。看，他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在那边。对。那如果用你现在的你去形容，你觉得林长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会怎么形容呢？客观的来去讲，就如果我没有客观，好啦，这样讲，我觉得真的是对林长佐很不公平。不是，就我接着要讲的那一个，接下来要讲的，其实我现在觉得你是蛮好的演员，我觉得很不公平就如果会觉得不公平，对，因为我会觉得林长佐是一个。我会一直想要从他身上掏东西出来。OK。我会一直想，我会把他当 ChatGPT 啦，这样说好了。对，就你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所以你的人生应该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你有什么感觉？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人生欠下第一个好几百万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状况是什么？你怎么克服那件事的？然后你在世界巡回的时候，你到每一个国家，你觉得最有趣的国家是哪里？你觉得最无聊的国家是哪里？选举你怎么有办法选举？跟你的个性差那么多。然后我会希望把这一些人的他的这个人的人生的这些 energy 跟能量跟经验全部挖出来，又变我的。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我不是林长佐的话，我会想，包括你最近有看什么电影？因为你除了我自己本人以外，我是很少看过像我这样子看严肃电影跟看好莱坞电影、娱乐片、超级英雄片，都一定要在那个里面去发现很多玩味再三的那个人生的道理跟启发。所以我会想知道，那你想到什么？你看一个这么无聊的电影，你想到什么？或者你看一个这么 B 级的电影，你想到什么？对，你那么爱想，你会告诉我，那你现在在想什么？出了电影院以后，我说我跟你这样子去看电影，走出来我会说，那刚刚那么烂片，你看现在在想什么 ？OK， 那你最近看过最烂的片哪一部？我问每一片 Doris 要不要跟我去看，他都不要。哪一部？那你看过最烂的一部？最近看过最烂的一部或是最好看的烂片，或是最烂的好片。其实我看的片我都不会觉得它烂呢。这就是我觉得。但是大家都觉得它烂，那就是后期的这些所有的那个 MCU 的那个 Marvel 的后期的漫威的对漫威的这一些大家都觉得烂。
我看到网络上面有蛮多人在讲那个美国队长4，是 Sam， 反正就是本来的 Falcon 变成 Captain America， 这个我不知道聊下去的话会不会太聊了。但是简单讲就是。对，就那一片，虽然很多人也觉得说，看这个可不可以不要再烂尾下去之类的。我看网络上很多，但我最后还是自己在飞机上看，看完了以后，我觉得从头到尾那个哈里逊福特演的那一个美国总统，他从一个坏人变好人，他就只是希望他的女儿可以对他另眼相看，因为他女儿本来就是他已经不跟他爸联络了，对。很多人在骂说这个东西什么就是太傻狗血或什么，我看完我都快哭了，真的。而且不只是说我对我女儿，我也永远都希望她可以跟我联络就好，也不用说把我当跟你或者跟你好好讲话，对，好好讲话。就因为我跟我爸有好几年就都不联络了，我跟我爸的状况就是不好到。我相信我爸应该曾经问他自己怎么样才可以让林长佐再跟他联络。还有我弟我妹，所以我连看一个这么被大家骂的这个片，我看完我都可以觉得，我看完就觉得好。最后他女儿有去看他了齁。我会觉得我真的是快哭，我刚才讲我自己都快哭了。我有感觉，有感觉。然后我爸的女朋友，他在我爸过世以后啊，我爸的女朋友拿了他曾经就也应该是我不跟我爸联络的那几年啊，那段时间他就捡了很多报章杂志，以前闪灵巡回啦、得金曲奖的这些杂志的这些报纸的简报，他其实有一本。然后他的女朋友把他的遗物里面包括这一本林长佐的以前的这一些报道，他拿给我，所以我可以想象呢，他应该在放那些报道的时候，另外一方面是想这个儿子都不跟他联络了，这个他搞砸了这个亲子关系到底是要怎么办？然后他以前是很不看好我做音乐这件事，就他就是很以前的那种家长，就觉得做这个一定不好了。但他要有一天把我所有在音乐、在娱乐版的那些全部都留在一个资料夹里面的同时，是一个他挽回不了的亲子关系。然后我再看一个这么被大众骂的片，但是我都在看那个亲子的部分，所以我就回到刚才你讲，所以你觉得林长佐是怎样的人？我如果知道有一个人，他连看这样子的片，他都有感觉到一种，我就会想从他身上挖。我每次跟我这种片要问 Doris 要不要跟我最近问 Doris 要不要跟我去看《雷霆特工队》，他就说你自己去看。你会常常说爱吗？会。但是对女儿吗？对女儿，对 Doris 都会。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以前家庭其实是很避开这个字的，所以我算是有点刻意吧。我希望让爱这件事情是很自然的，但 Doris 不习惯了。Doris 不习惯，他会难过的。他对就改有，不喜欢，换他就改有，哇，就改有就改有，因为他家，我觉得很酷呢。我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啊，他跟他姐他弟在讲他们的爸爸妈妈，像我如果跟我弟讲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我说爸公安诺安诺，我妈妈公安诺安诺。Doris 跟他姐他弟都说你爸。你爸说明天怎样怎样。我那时候第一次一听，我就想说，当然他们家其实都蛮好的，对，关系是蛮好，但是讲话的时候会讲一个好像是外人的感觉，所以就可以想象说我刻意希望说在跟他的这个小家庭可以讲这些肉麻的话的时候，他就很改忧，反正他难过，就改忧，他也不喜欢我在那个
他也不喜欢我跟他一起出去的时候，不管牵手啦，很亲密的样子，他反而是他不喜欢，他都不喜欢。是他不喜欢，我只是正常牵手，我也没有要特别要怎么样，没有特别。他大概牵手差不多5秒到10秒，他就要把它放开，就要甩掉。对，他就要。哇塞！但他可以牵女儿。可以啊，他可以牵你，他不行，他不能牵你，不能。哇塞，他不能。所以我最近我不是说我在看一些以前的照片嘛，包括以前谈恋爱的照片的时候，我跟他有合照啊，他2个人是有比较抱在一起的照片。我说，有这样子过，对，就是这样的。还有时候他都会就不想再看了，觉得说啊。然后女儿也在旁边嘛，她发现我在整理，她女儿想要跑来看，所以说她说啊，卖快黑啦，就会出来卖快黑啦，卖快黑啦。对，那不是，那我很想，Doris 会不会讲？还好啦，这反而是 Doris 比较没有办法表达情感哦，是吗？我不晓得，可是我有那一次在楼下跟他一起做那个采访的时候，我有感觉他是一个相对比较压抑的人。某种程度上，他算是压抑吗？他对女儿的时候，其实我好难说，因为他其实也蛮常看电影或看影集那些，他都会哭。那是共感啊，有共感合理啊。就我只是说他的情绪上，他是没有，有可能哦，有可能。但其实我感觉你们2个都是比较属于情绪压抑的人。某个程度上啊，我也蛮常被人家这样讲。对啊，就即便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其实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有很多好朋友会说，觉得我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还是隔一层吗？有所保留，有所保留，或是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我到底人有没有在那里？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已经跟他们觉得很嗨啊，我觉得那个晚上超嗨，到底在讲什么？什么我有没有在那里？那谁在那里？你觉得你的付出已经是投入，已经是全部了，可是他们会没有那么觉得你是完全的投入的，就好像我们就是见过你好几次对，然后觉得对，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啊，就是有一个距离，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才会第一个问题就问你说，你是不是比较害羞？我们其实是比较礼貌跟保守的询问。我如果粗鲁一点问说，你是不是很急白之类的，拽对之类的。所以你是不是平常就没什么礼貌之类的之类的？对啊，我应该把我的礼貌在当立委的那8年用完了。最近不想用。对，打招呼了几万人，走在路上，对，走在路上见到每个路人都要打招呼。但是我有觉得说你有一点点的那种没有安全感，不知道对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没有安全感。我其实是有在想，就是我到底需不需要朋友这件事。我以前有真的啊，我真的以前有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想这个问题啊？现在我比较不会这样想，但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我很需要朋友，就是跟家人很不好，跟我爸爸很不好的时候，我很需要同学，很需要同学的肯定。大概是在大一之前，我会很需要寻求同学之间同才的 support， 情感上的支撑。对，要不然因为我在家里就很惨嘛，他就到学校，对，然后到了我大一，就是离开家自己住，全部都独立了以后，我就开始觉得我不需要同学，我不需要朋友，我有团员这些就 OK 了。反正我很清楚我知道做什么，我就只想管这些，其他所有的交际、人际那些我都不一定要去，那个对我有什么帮助？所以我的确有一段时间就是世界变得很小。我跟团员跟
女朋友，后来跟 Doris 在一起，就我跟他，然后团队也会，当然也会有一些朋友，但是就不是像音乐圈，音乐圈你知道就是会有的时候大家晚上就一起拉勒啊，那一整群在地社啦，或在 The Wall 啦，就朋友很多这样，我不是其中之一，我有一段时间蛮说排剧嘛，也不是，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也会有人揪嘛，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没有那个 feel。我觉得我朋友有就好了，我不用很多，所以我那个时候最好的朋友就是阿菲西亚的吉他手小花嘛，然后还有像那时候跟我们一起开 The Wall 的那个董事长的阿吉嘛。几个朋友就几个朋友，对，吉董啊，几个朋友这样子就那就说就够了嘛。所以我觉得我有点像是真的是一直在往前冲。我现在再想一想回来，就是我就是往前冲，然后跟得上的就跟上，跟得上的可能是 Doris， 跟得上的可能是我的团员，可能是我的团队。那我的朋友跟不上，那你们就去做你们喜欢的事，没有关系。那我往前冲，冲到某个我觉得有成就的那一个时刻，还在我旁边的人，就是可以一起享受那个时刻的人嘛。我觉得大概有点像这种感觉吧。你觉得你这样一直冲，然后可能听起来你小时候也不是属于那种很善于交际应酬，然后最后把你自己逼去选立委，然后要每天跟人家打招呼。然后现在选完了，整个人就松下来，就完全没有想要跟人家打招呼。我现在的朋友又比我刚才讲朋友不多的时候又更少。我现在都每一天那个亮君都会说他想要去我家把我的撞门，把我说我是独居老人，他把我抓出来啊！我真的，他们都是你觉得这样子一个，应该说这样子一个。像是很有可能变成一个独居老人的人的个性的人啊，他明明不错，人他明明有老婆小孩，半百，然后对，年近半百。你觉得一路从以前年轻到现在，你觉得支撑你最大的动力的来源是什么？那个 motivation 是什么？你现在回头看，以前小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人生要花在我觉得值得的事情上面，所以选立委那一件事情可能不符合我的个性，但是如果我因为这样可以把一个已经当了快20年的我不认同的那个委员把他拉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值得，就我自己喜不喜欢这件事算什么？对，我其实有一段时间蛮那个怎么说？你是把信念摆在你之前的人，讲信念有点太伟大，但我觉得把爽放在我自己。可以，这可以，实在就这可以，对，当了快20年，那个人有人把他拉下来了，爽，听起来对。那本来感觉好像不太确定有没有人可以拉下来，那个时候有好几个民调在那边做来做去，感觉好像就算连林昶佐出来也不会赢啊。那到底那怎么办？那就让他继续做好了。可是爽，对我觉得我在某一些时候会因为大的事情的爽，然后让我个人。也许是因为小时候的家庭的因素，就某一些个人的情绪的部分，我是可以 hold 住的，我是可以 hold 住。包括像最近有一些朋友就一直在跟我讲说，你那个时候被国民党这样子搞那罢免的那件事情，现在所有的那些在搞死亡联署的等等的，你们那一波有过2阶的最高的死亡联署就是你的啊，你要不要出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啊？你要不要应该现在这个时候出来那个主张你应该要有的正义吧，对不对？要不然那时候这样被白搞的哦。的确，我现在如果去告他们，好像他们一定会有事嘛。连3Q 都已经跑去陈柏惟。但是现在的整个大局，林昶佐有没有出来
开记者会去告这件事情，跟整个大罢免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是我个人的小爽，大的爽当然是接着这个大罢免，我不要为了我自己的一点小曝光、小事情，然后说不定还影响了我讲那个一点啦，我不知道，应该是，说不定我去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导致了中正万华的某一些国民党系统的人反弹，觉得说，哦，你现在要抄家灭族，你现在回来清算以前的，然后结果他反而动员起来说要来罢免吴沛忆。沛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越低调越好。就是就弄到他们现在都在内乱嘛，国民党的那一些什么林先生啊等等的，大家都内乱。林先生这是最好的，超离谱的。对，就是不要让他们系统的人现在既然因为沛忆也做得很好，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要罢免他，对不对？那你不要因为林长佐出来清算他们以前的人，现在除了目前罢免吴沛忆的这些人被检调抓去以外，连当初搞林长佐的人也开始被抓去，然后结果他们有一股气出来，然后他们又不会发泄在我身上，对，因为我又不是现任立委，他们可以发泄在谁身上？对啊，沛忆身上啊。所以我后来这样一想一想，我想说，干现在最爽的事情是要等后面那一个沛忆的二阶也没过，吴思瑶的二阶也没过，国民党现在自己一直爆破自己，对不对？对啊，里面内乱，然后自爆，对，然后大罢免能够顺顺利利的往前推，那不是最好吗？所以我觉得我蛮容易是为大的那件事情的那个爽感的，我先预想，那我该做什么？然后我在这个时候我不要出乱子，对不对？沛忆的这件事情，我明明自己也是跟他说，他问我就说你现在就这样稳稳的，因为你也没有做错什么事，让他们自己国民党自己内乱，我们不要增加他们的仇恨值。林长佐现在出来弄他们，就增加仇恨值，仇恨值不会放在我身上，弄在吴沛忆身上，这个干嘛呢？所以我觉得，但对你来说，假设你的人生的动力，所以我这样回来讲，所以刚刚的那一趴啊，我的亲友或我朋友为我抱不平的人，就会觉得说，那你就应该吞哦，那你那个时候被他们这样搞了这些事情，你就应该吞哦。那你要什么时候？那些人，那一些你什么时候要还给他们？那个叫做什么？加倍奉还。林长佐那么重要吗？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那个在上面那个主宰肉体林长佐那一个，就我们的人生过程里面，身心受到伤害，其实是常有的事，对不对？身上你像这个是我跟我爸打架的伤口啊，这个永远都不会好的啊。心里的伤口还有可能你有一天可能会愈合，但也不一定。像我最近在看以前小时候写的日记，一看了也是马上心痛起来就哭了。你的身心的伤害有很多东西，而且那个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的。例如跟我爸打架这种，你都受伤了。我不是要讲的很使命感，很那个，但是你讲说林长佐不去告当初弄死亡罢免联署的这一些人的这一种扛，到底有什么？就你谈这件事情有多谈啊？这没什么，这哪有什么？尤其你还是当政治人物你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用当政治人物，每一个人从小到大身上已经背多少刀了，多少伤痕，灵魂身上都曾经背多少伤痕，多背一个，他还有为了更大的爽的那一个，我觉得那没什么我觉得我们的人活到40几岁、快50岁的人，可以挺住的伤痕很多对你来说，但这一点 Doris 常常是不认同的。可能网络上面骂我的，他都会觉得我要去骂回去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会是比较是信念摆在自己之前的人。我觉得可以这样讲。对啊，我觉得，如果我的角度去诠释，如果我看到的这个人，如果我要去形容，如果有人问我说林长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某种角度，我觉得我可以去诠释说林长佐是一个把信念放在他之前的人我觉得应该是，林长佐的灵魂跟肉体练得比较坚固一点。
金刚不坏。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都有他心里他认同的信念，对。但是因为我这40几年来，包括我家庭的状况，已经练就了一些我能够扛的伤痕，我觉得比较多。所以对我来讲，可能没有一般人想的那么痛。所以很多人他在被砍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子先。我说我可能可以先蹲在那里说等一下，我再 hold 一下，我不要马上砍回去好吧？我现在还能忍痛，大家 hold 一下。像我刚才讲的办公室的人因为一些委员之间撤迁，害我们的案子推不出去的时候，全办公室都想要出去放火的时候，我会说等一下，我先让我蹲着，我喘一下。就像你在房间，你就觉得你知道，你想说，再等个1秒、2秒、3秒、4秒、5秒。你可以喊的时候再叫 Doris， 再喊 Doris。对，差不多是这样。就我还可以 hold， 对，还可以 hold， 我们再 hold 一下 ，hold 完了以后，说不定那个时候就觉得不一定是要砍回去，会有比较好的方法，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应该都有他一个很期待的那一个使命啦，或理想也好，但是他到底有没有生命中经历过一些，就同样的一个伤痕，你砍了很多地方以后，那个地方会变比较厚嘛？有梗屁啦，那边可能会有长茧啦，那就会肉体上来讲，那个地方就变比较厚了。灵魂上面我觉得差不多啦。那对你来说，比如说你一直以来，我刚问你的问题是你的动力的来源是什么？你说是爽，对不对？那对你来说，你20岁在意的那个爽，跟30岁的爽一定不一样。到现在40岁快50岁了，你觉得那个一定要讲？好啦，50啦，好啦，50啦，是啦，不停要提醒大家，快50了，快50了。我们也差不多了。对啊，对你觉得这个中间那个爽是有层次上面的变化嘛？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我觉得最近的体会。以前会是头脑先预测说做这件事情你可以得到什么，不管是爽吧、正面的，然后就我们来做吧，我可以达到你的理想，可以达到我们的梦想。然后这几年我觉得真的有越多是我没有想的那么清楚，但是我有一点预感，有那个灵感，觉得我们就是往那边，但是不是因为想得很清楚我们再来做，而是你做了你就知道那会是对的。所以我才会说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我先做了才让我的脑知道我这是对的，还是我觉得这个也让我刚才讲说那个亲子的部分啊，这也让我一直在想说我要怎么告诉秘鲁，就是你数学题目啊，我不会像我小时候接受那个教育，我这样填鸭你，叫你一天要做多少题目来习惯。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你多做你就会变得越熟练。对，而且你做久了以后，你对某一些逻辑，你本来可能只是有一点知道，好像这个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同样的概念多想好几次，你突然就想通了。这是我最近才想通的，所以我不会去想我想例如8岁会想通了，但是我现在49岁我才想通。我发现我人生有蛮多事情是我做了以后重复做几次，我才发现我想通了。那你现在对你，所以这样子是不是就不符合康德讲的实践理性批判？还是符合？因为还没到 the end 嘛。说不定到时候还有新的答案，对不对？对啊，还没有到 the end 呢，就是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对，你60岁还可以再讲一个，再想一遍，对不对？绝对可以。常总想得太浅了，可以，这绝对可以把自己推翻嘛。那我比较想问说，那49岁的林长佐对你这个49年，你打几分？我觉得应该就是60吧。60？你给你自己打60？为什么这么低？你给你自己打60？多事情好难讲哦。因为现在，因为我觉得60很好，60到100都是60的意思啊，及格就好，就是及格以后都是多的。其实我对小孩现在也蛮这样的，所以他考70、80分我都蛮开心的。对，不能被他妈听到。及格以后都是。他第一次去比体操的时候，他只有比完，但是成绩很不好。
他第2次以后就开始有金牌、银牌那些都有，他第1次比得很不好，他妈真的是担心死了，觉得他花那么多时间，然后会不会让他很挫折等等，然后就各种对，然后我就一直跟壁如讲，我也跟 Doris 讲，我就说他比完我就觉得很好了，因为他中间有一个动作他整个都忘记了嘛，然后而且还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比赛，好像是幼稚园中班吧还是大班，所以我觉得他经历过这一件事情，什么叫比赛，什么叫做好几百人的那个现场是什么样子的，就够了。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就是他有比完就是及格，对，他有比完，我觉得他就是及格。他该做的东西，他有把它坚持做到完，没有做到一半，他就觉得说，看我觉得好丢脸哦，或者我觉得好困难了，就走。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的人生也是类似的，就是能不能有做得更好的地方，可能一定都有。但是我做到不后悔，所以我至少我去比了，对，我有把它比完，那我当初设定的目标能不能做得比60更好，变61或70或80，说不定啊 ，Who knows？ 但是我不会有后悔的，所以我会打60分，然后因为60到100，考60跟考100我都不会有差别，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不觉得考60不好。所以这个跟刚刚我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在讲那个大港开唱这一次，有人讲说林昌佐你的那个是不是现在旁边有肥肉？体脂肪太高了，脂肪太高了。我发现Doris 以为我现在都还是会很在意哦，他最近都跟我就是他，因为以前的我一定会在意，要有一个完美的形象，对，就偶包很重这样，偶包很重。所以他以前都会觉得我一定会很在意，所以他这一次表演完了以后，他都还会，他发现我就是进入了那个减脂期啊，对，他就还是会跟我讲说这一次照片拍起来没有像以前，那也没关系啦，等等的，安慰一下，安慰一下。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现在真的没差，就是我觉得不能露的时候，我就不会露。如果像 XO Rose，XO Rose 他现在肚子大到一个程度，那我自己觉得不好看，我就不会露。那如果是我自己觉得可以露，我就觉得赞。那别人觉得赞不赞我不管。那以前我觉得赞，但是怎么好像拍起来没有，然后旁边的人好像也觉得没那么赞，怎么今年真的不太行，然后你就很堵然的。对，我就觉得干不行。但我现在好像因为我接着也没有表演了，明年我最近的运动就是对，怎么说？对于我是不是要跟大港开唱的照片要能够呈现不一样的，在近期之内是不可能有这种照片。明年也不一定会唱大港开唱，我们在大港开唱也说后会有期了嘛，其实有一些未来的一些规划还在想，因为其实只要表演写歌就会很慢写歌现在已经够慢了如果要准备表演就会更慢所以我们其实连今年的大港开唱要不要表演也都曾经辩论过，团内也都在想，因为这样就歌会写更慢。我也要准备表演。对啊。那所以其实我现在都在一个60就 OK 我如果觉得不能露，我自己就不会露。我们今天这个说教感应该不会，还好。白龙我们今天互相那个心灵交流，没有，我们今天的感叹感比较重，就是活到一个年纪有点感叹，你知道吗？对啊，我真的是抽离感，我真的是都差点都会跟女儿讲说你告喜你都栽，真的啊。然后我小时候最堵然的话就是这样对啊，长大你就知道阿爸用心良苦。我会变成安内，我的情况看这句话就是没有代表任何意义，好不好？对啊，小时候最毒了，就听到就是，但是我刚才讲的就这个意思啊。但是后来长大，你没有发现有一些事情真的不是你先栽，你才可以走对，真正是告喜才栽呢，这样子做起长卖了才栽呢。确实啊，怎么会这样呢？就是你一开始不太可能想得多清楚啊。但至少我们还记得小时候是很讨厌听到这种话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要一直保持住，因为你如果用这个方法去跟小朋友讲，他一定听不下去。什么？我女儿现在国一，我那天晚上半夜，我记得半夜3点半，
然后我跟我女儿说我要去睡觉咯。你早点睡。她翻脸。我说，然后我就问说，他就很多情绪。我说你为什么要翻脸？我只是告诉你说我要去睡了。他说你如果要去睡，你就告诉我你要去睡就好了，你不要叫我早点睡。你为什么要加后面那一句呢？然后我就整个这样，我说我就开始辩解嘛，我就说我只是关心啊，说你早点睡哦，那不是一个强迫的语句。他说：“但你这样子会让我就有压力，我就已经要去睡啦。你现在跟我讲这样子，那你觉得我应该要怎么做呢？”然后就开始，我就说：“好，不好意思，我要去睡喽。”他的意思应该是你最好连讲都不要讲。对，你就不要讲。对，我就跟他讲说，大宝晚安。然后你就去睡觉就可以了。后面你刚刚讲那么多干嘛？你们有中学时候的日记吗？你们以前有自己的日记吗？有啊。我只是建议大家，包括听众为主啦。对，如果小时候有写日记的话，如果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不是已经有小孩了，真的常常拿出来看一下，因为你提醒一下自己，你就会突然不是用现在的观点在跟小孩讲话，讲一下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可是有一个差别有一个差别。我们在座现在在这里的3个人啊，即便生长在不同的家庭，可是都是比较不去符合别人期待的人。对，可是还是会有很多人是希望是自己是可以符合别人期待的。是。不过我小孩不是，例如就是一个现在就很叛逆。我最近在想的都是怎么样能够安慰 Doris， 就不要太管秘鲁。就 Doris 她其实蛮受伤的，就对于秘鲁现在才2年级，他就会反抗、顶嘴反抗，觉得 Doris 管太多那我在旁边看，我觉得也还好，就是他就是一般妈妈可能会管，就跟我妈妈比的话，妈应该不会听，对不对？已经好很多，对，小时候的讲已经好很多了。对以 Doris 的这个状况来讲，已经是跟他跟秘鲁之间真的已经是很像朋友这样了。但对我觉得秘鲁他就是一个他自己就细汉的时候就会讲，我就是要自由，就细汉的幼稚园的时候，他说我就要爱自由，你让我自由敢袂使？然后他如果发现平常给他多排的一些譬如讲过去学钢琴之类啦，还是讲他说那我那天就没自由啊，他都会这样啊，所以我就有点想要让 Doris 知道说，这个小孩他就爱自由，你卖。但是怎么？因为 Doris 就有一点点受伤，他就觉得怎么对，是不是不要妈妈了这样？他会不会说你看，这女儿就像你，你看是不是？你等，他们通常就 Doris 跟还有我们的一些家人都会说这个不知道是像谁，我都听得懂那个意思，就是如果不是讲像 Doris 的话，那可以理解。你现在讲回来，对 Doris 就最近我不是说我在整理小时候的照片吗？对 ，Doris 就发现说，这一看就是林秘鲁嘛，这个鬼脸，这不就是林秘鲁？那对你来说，就是你自己的家庭成长的环境是一个很高压的成长的环境，然后等于是说，你也是在一个暴力的家庭成长，然后一直到现在，你自己组了一个小的家庭。以前这个原生家庭爱不常说，可是现在在这个家庭里头，你爱常说。那对你来说，爱又是什么？对我来说，而且你知道，你这个硬汉居然会常说爱。实在是太颠覆别人的想象了。很刻意的告诉自己要这样，因为以前的那个家庭不是这样嘛。但对我来说，爱是什么？爱情只是一部分吧。对，就是爱情、亲情、友情，
或是对这个土地，对，我觉得是一种，我觉得那个爱是一种，就是可以把那一个对象，把那个对象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一些事情来完成那个对象的某一些目标吧，所以就会有程度的差别嘛，对不对？有时候有某一种爱，可能是你即便牺牲自己的生命，或是名誉，或是自己的财产，全部你通通都可以奉献出去的这一种爱嘛。那有一些可能就你只愿意牺牲你的下班时间，那种爱就变比较少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你愿意拿你有限的这一些资产岁月，能够换你愿意的对象，你愿意奉献出去的那个对象是什么？那我觉得家人通常是你愿意把你连生命的一大部分都可以奉献出去的那种爱。所以我这样讲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给 Doris 压力呢？其实我在卸任以后啊，我其实也有跟他稍微讲过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他也没有那么的能够接受我这样的想法，他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太废了？因为我的人生从认识 Doris 就是最近刚才这里1998哦，1998，对，到现在，哇塞，对啊，你中间都没有换过？没有啊 ，Oh my god！到现在是几年了？哇塞！哇，现在98， 25已经27了。现在啊，20，我是说27年。对啊，我说25加2啊，对啊，27啊，7啊，27。我是说这个有很大的时间啊，我们都在做我们一样喜欢的事，但是往往被发现的都是我。当然，闪灵有很多部分是 Doris， 然后在国际上面的很多访问也都是 Doris， 因为他是团长。所以在我们常常出国巡回的那10年，几乎人家都是要访问他，但在国内也还是我。在台湾也往往都还是会在媒体的焦点啊，歌迷的焦点，常常也还是我。所以我其实是在卸任之后，为什么我有一段时间一直想要，就我没有觉得那么急着，除了写歌这件事情慢慢来就好了，其他的我的人生的下一步有没有什么大目标啊什么的，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我一直跟 Doris 讲说，其实我觉得可以以你为主，你想要做什么，我就顾家，我帮助你，我在你的公司里面，你觉得我可以在你的公司里面干嘛是可以帮到你的，那我就去做那个角色。因为你想做的事也是我觉得有趣的事啊，不管办大港开唱啦，还是他其实也有蛮多他自己的梦想，跟他觉得可以下一步还可以做的一些想法。那如果你觉得我有用，那我就在你这个梦想里面跟你一起实现这梦想，但以你为主，而不是像之前我们认识那么久了，我们一起在做我们2个爱做的事，但是往往人家可能都是 focus 在我身上。那有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蛮不公平的啊。例如说大港开唱的创办人Wiki 啦等等，那些都是写我嘛。那明明就是那个时候一起弄的，然后以前负债累累的，所以有蛮多的卡也是他去办的啊。欠人家钱也是他在欠，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欠，我们2个人都要还钱啊。对。那是因为这是一个父权社会，所以即便实际上在还钱的时候，有一些卡，现金卡，以前不是有一段时间什么卡只要办的都可以，我们2个人都办了一堆卡，但实际上最后被报道的时候，人家 focus 会在我身上。所以我其实在卸任之后，我跟他说，我知道你还蛮想做很多事情的，所以我可以来做那一个以你为主，但是我不用被知道的那个角色。所以我只是回来讲说，
什么东西是爱？我觉得我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面，我有感觉到我对他的这一个，说是爱吗？感情吗？就是我以前不是，因为我以前说我爱他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说啊，这嘴巴讲讲而已啦。我有时候会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嘴巴讲讲而已？你还会问自己？不会啊，我会想说，看我，对啊，是不是我真的嘴巴讲？对啊，我是不是讲的太习惯了，就变得很廉价这样啊？我是想说，因为他都不会这样跟我讲嘛，他都不太会讲啊，我会讲，你会讲啊，所以我会想，他就说我的嘴巴讲讲，我就会想说啊，会不会只是因为我习惯会讲这件事，然后其实我们2个人差不多。然后这1年多来，其实我是打从心里真的觉得，也因为我刚刚体会到，就是说其实都 OK， 就是我的人生走到这边我都 OK， 我没有要做大的计划也 OK， 我没有要60分再涨到100分也 OK， 但如果这一些事情是可以去让 Doris 的60分他想要涨到100分，我可以帮上忙的话，我觉得很有意义，我觉得我那个60分也变得很赞了。我这个时候，但因为我有类似这样跟他讲过啊，他觉得我就是要耍废，就是想耍废，所以找一个理由。对，看到了我就是一直冲啊！这不是你，对，突然之间你怎么讲这样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我认识的。然后我有跟他讲说，你也还是可以给我薪水啊，跟我做这些东西，我也没有我不是都。我只是我需要的收入不用那么多啊！你要给我多少薪水？就是你如果觉得我都是无欲无求的这种，没有，你如果觉得我做的这些事情是有价值，你就给我薪水不就好了啊？但是就这样，但他就会很急，你知道吗？他就会开始说：“那你要不要想想你要干嘛？”他就会比我还急，我就会。我不太知道他有没有感觉到我在讲的这件事情，就是好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感觉到我爱他啦，这样说好了，对，就我好希望他想做的事情成功哦，我好希望他想做的事情是在一个没有林昶佐在镁光灯之下的状况成功，就包括像我在帮他今年的大港开唱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一直在调整自己的角色。我一开始是跟他讲说，好，我可以在公司里面帮助你去协调一些事情啦，因为我以前有办活动的经验啦，然后他也觉得我在一些事情的判断上面很可以帮忙。但是我参与太深了以后，我会发现那个林昶佐的角色会稀释 Doris， 你知道我那意思吗？就我讲话是很有。我这个人讲话是很有说服力或者很有方向感的，所以对团队来讲，对合作的单位来讲，我讲话是很有重量的。尤其我又当完了立委了，所以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别人会觉得那应该要听 Freddie 的，是不是？这一件事情现在是不是要听 Freddie 的？我很快有发现这个状况，我就赶快往后又站一步。然后我也跟 Doris 讲得很清楚，我就说这样子其实对公司对你都不一定有好。虽然我觉得我可以帮助到这件事情，但是最后如果变成这种状态，也就是大家最后觉得这个都是听 Freddie 就对了的话，我觉得没有帮助。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一方面会好希望他想要做的事情成功，一方面又不能是那么用力的帮他，而要在一个很刚好的状态。才能够保有他应该要有的成就感。然后我觉得这都是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想的那么细。但我其实在这个节目也不是一个求爱节目啦，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今天第一次讲，就我觉得他也没有感觉到我有想那么细，我觉得他没有感觉到我有想那么细，他可能都是觉得哦，你是不是都不想想你现在要干嘛？你是不是想耍废之类的？笑，这样可以吗？看，对我这个都没有讲过这种事看，笑死我。对啊，所以你刚刚讲一个故事，但对你来说，你觉得对你来说的爱，你会怎么诠释爱是什么呢？
如果我对秘鲁或是对，我觉得我在我的人生里面现在能够这样子的，其实是大概就对 Doris 对秘鲁，大家可以，我做别的事情，其实也不一定我也不知道你会希望新进的人开心吗？对吗？应该是说，我现在做别的事情，会不会那么的不希望被人家知道我在想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例如说，我写《百万遍》这首歌，我还是有我想要讲的事，有林昶佐的角色在里面，虽然写歌的过程里面，跟我一起努力写歌的就是我们吉他手小黑，所以我会希望人家听完这首歌感动，然后包括那个 MV， 其实是我跟导演博德想的，这些东西我都还是会想要保有这个 credit。我觉得我跟 Doris 一起努力的事，或我跟秘鲁一起努力的事情，我可以完全不用有 credit。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爱，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在我人生里面其他的人际关系里面，暂时好像还找不到一样的事。写歌上面我可能就没办法。就我会好希望 Doris 成功，好希望秘鲁成功。然后我能够怎么把自己的生命折算在他的成功里面，我都愿意付出。所以如果对我来讲，如果 Doris 他最后现在想做的事情都成功，然后我跟我爸、我阿公都差不多是70岁左右过世的话，没有就很 OK。就如果我现在从49岁到69岁，我爸69岁过世嘛，我这20年都是成就了 Doris 他其实还有很多的梦想，然后我完全一事无成，我就是在旁边帮他而已。他觉得他想要他需要我帮他什么时候就帮他什么，其实我觉得还蛮 OK 的。那换过来讲，秘鲁如果也是这样的话，我也是还蛮 OK 的。但 Doris 觉得我这样是耍废，他觉得他从来没有认识一个这么好像自己要做什么都没差啦，就在那种你那个时候宣布就是你不会再选连任，对，选连任是因为家人生病啊。我想问的是说，这个状况是不是有影响我对这些事情的判断，人生的规划？对，算叠加的吧。因为我刚刚有讲，就是慈庸没有连任的那之后，对，其实我就有跟身边的一些朋友，包括佩仪，都讲说我可能不会选第3次，因为我的那一个状态已经不再是一个带着大家往前冲的那一种。然后我自己心里也很清楚知道，以做立法委员的这一件事情来讲，在中正万华这个选区，你必须一直有一个新的刺激，才能够在一个艰困的选区上面让选民继续觉得是要投给我们。如果变成那个老的委员是我们这一边，那就越来越困难。就是你不想要变成，我不能变成林玉芳上一个林委员，对，所以我其实是蛮清楚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在提醒自己这件事情，就是我不能变成老林委员。这是第一个，这个是一个理性上面的判断。中正万华要怎么样才能够继续是跟我们理想相同的人往下？那我一定要退。我在第2再连任，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那个冲劲，在慈庸没有连任之后，然后我退出时代力量啊，这一整连串以后，其实是有一些心境上的改变。然后再到后面，你刚才讲的说那家人的那一些，其实我真的是有一种，在蛮多个时候有觉得对 Doris 不公平，社会对 Doris 不公平，
不是我对 Doris 不公平，因为我就是在做我就是在往前冲嘛，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嘛，往前冲。但是我刚才讲，这个社会不会去即便我们在受访的时候讲到欠钱这件事情，他也欠我也欠，可是最后得到掌声的是我，很坚持跟过去的人是我。我说当初在办活动啊这些的，所以我在中间有几个时间点的时候，我有特别感受到这件事情。那再加上他身体又不是太好，的确这些叠加了以后，我有觉得说，我们一起完成了蛮多的，其实包括选举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它也是一个我很大的支柱。所以从音乐到政治这些，很多事情是我们一起完成的。那怎么样能够让他的那个成就感是不被这个社会打折扣的？这个在我当立委的最后那1-2年是有一直在想的，因为这个所有的我今天之所以长成林昶佐这个样子，有一半甚至于以上都是 Doris 在旁边跟我一起努力，他不是为了我努力哦，而是这一整件事情都是他关心的，不管音乐的事情、政治的事情，这都是他一起关心的事。所以他不是为了成就林昶佐，不是那种什么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女人，不是，是他要成就一个事件，一个客观的成就，一个价值，他就是要希望可以达到这样。那最后社会上对他的认知，对 Doris 的认知，我觉得是不公平的。不管从以前的野台开唱、大港开唱、闪灵，再到政治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他来讲都是不公平。就像大港开唱，其实我一直跟他讲啊，我说你应该要去彰显一件事，就是这个整个团队，包括你在内，其实主要的干部都是女性。摇滚乐这件事情是很男性的。那台湾的音乐季几乎也都是男性为主，比较多玩团的人几乎都是男性的，都是多了多啊，对啊，所以一个最成功的音乐季是以女性为主在主办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屌的。从主事者到主要的干部，那像我们这种在旁边列席的男性，讲话有点很害怕，然后他又不会做出来，就是很让人那个 stereotype 的女性办的活动就会这样，没有大港开唱。你一看大港开唱，不会觉得他就一定是某个性别办的，不会这样，不会。但是我一讲出来，他居然是以女性为主要干部，然后主事者都是女性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屌的事情，其实是很酷的事情。但 Doris 他没有特别想要去宣传这件事，但可见在摇滚乐或在很多台湾社会里面，女性的工作者往往在这么阳刚的这一些领域里面反而更容易被压抑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但我们改变不了整个社会啦。但我至少在夫妻之间的关系，我有在这几年的时候，我有发现这件事以后，我觉得我很希望他可以被平衡。但 Doris 还是觉得你在耍飞。他觉得我在耍飞。那刚听完，刚婷问你说，对你来说爱是什么？然后你说你希望 Doris 被看见，然后你可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我们前面聊到你的这个过往的一切这个过程，其实你一直不停的在往前进，一直不停的在往前冲。所以你从这个一直不停的往前冲，现在要拉回来，要往后退。你觉得这是你要怎么去解释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说你要怎么去平衡？或者是说对你来说，这中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对，或是你那个心态上面的转折是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人生是不是这么容易有一个点让你发生这么大的转折。对，
我如果要讲这个点的那个转折的最大的那个时间点，真的有可能就是我连任洪慈庸没连任的那一个时候。如果要讲一整个这个，对我的那个冲劲突然被拉，对，应该。你觉得那是你某一种程度上面的信念被打击到了吗？对，为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所以慈庸也常常问我说：“有那么严重吗？”对，说干嘛？但我觉得他就洪慈庸只是一个概念，但洪慈庸毕竟是那个运动从洪仲丘的运动，然后到后来太阳花的一整个，然后整个风起云涌的一个社会运动起来，然后到慈庸本来觉得他不要选举，我也非常用力的去包括说服他爸爸妈妈等等，然后整个那个过程，你觉得他摧毁的那个信念是什么？应该是我没有办法再往前执行军了，并没有我一直往前这样冲下去就一定可以成的这件事。我以前一直觉得是这样。对，但是我想要知道的东西是说，那个，因为连洪慈庸都会问说有这么严重吗？所以不是他的问题，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对，但我想要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说，你觉得他摧毁的你的信念是什么？应该不是摧毁我的信念，是摧毁我的青春。看慈庸听到这个会吓到，就是我一直觉得我还可以冲，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用这个干劲，不管精神上的干劲、灵魂的干劲、体力的干劲往前。我林昶佐的人生从来没有不是这样子冲出来的，结果那个冲居然失败了。对啊，就是包括我灌所有的力气在政治的这件事情上面，因为音乐是5个人就可以做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往前冲，那喜欢的就喜欢，不喜欢不喜欢，但是这是一个不用整合那么多人的事。那政治是一个。我们也组了党了，也找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比我还要小了10几岁的这一些，不管吴征、亮君、黄捷这些人，然后当初一直不想选的洪慈庸，最后也跟他一起跟出来，然后所以我们有一群好新的人哦。对于不管转型正义、人权、进步价值、LGBTQ 的这一些事情，有了一群新的人来讲这件事，应该会有更多的人觉得赞吧。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把台湾一直往前。把它冲破吧，冲到一个我们觉得没有梦想过的那一个地方吧，也不知道可以冲到哪里去。对，但是应该在我的想象之中，不会那么快就要停下来吧？对，就我2016年选上4年以后，结果我都退党了，然后洪慈庸也没连，我一个人连任。对，代表什么意思呢？然后，对我们3个人本来是我洪慈庸、黄国昌，对不对？啊，一个人跟我完全想法是相反的，哈，我就跟他分开了。对，另外一个人没有连任，剩我一个人。对，到底在搞什么？对，就 What happened？ 就 What happened？ 然后我以前明明就是一直冲，一直往前，就一直坦克车开过去，跟着我一起冲的人也都相信是这样子的。大家为了同一个理想的目标去往前进啊。对，然后总会达到一个我们觉得比我们想象再更往前的那一种爽快会出现。我们本来觉得可以拼到最后80分，结果100分欸，看是蛮爽了。然后那一次不是，那一次就是我觉得至少我跟洪慈庸可以冲进去，那个时候还会觉得如果还有品瑜也进去了嘛，然后还有那个3Q，我们几个人应该还蛮特别的一群人。结果慈庸没有连任，3Q 被罢免了。然后就那几年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哇，我年冲就要100分，结果没有，只有60分。所以我觉得是差不多是那个时间点，我有一种倒不是我不相信我们台湾会越来越好，而是我本来的那个模式在我的这个年纪上面应该不会通了。这个喝一杯，这个喝一杯，喝一杯。20、30岁的时候会通的事，现在不会通了啦。哇！哎呀，面对到这个不会通啊，没有那么容易耶。没有，对，这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如果已经通了，你要承认它不会通很难呢。
这个是很难，你要承认这件事情很，你就是要懒趴得，你才会觉得才会承认说，干他不会通。对，再这样子横冲直撞下去，真的，真的是懒趴得，承认他不会通。这个很难尤其如果你从十几20岁开始冲，然后都一路都通啊！我爸讲也通。对，是我妈不相信我也说通啊，对，老师觉得这大家也通，大家都不看好我证明给你看，对，不通都那个时候突然间不通了，对，我操，这个对，一直打通关打20几年，冲到最后撞墙这样子，然后突然这堵墙蛮大一点，对，然后倒在地上，然后旁边那一个人更惨，我只是坐在这个墙的旁边，另外一个人他就没有连任，他回家想一下怎么办呢？我想说，所以我坐在这个墙的前面，那一个人他走了，我想说，看很大的挫败，这是在干嘛？就心态上很大的打击啊。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应该不止慈庸啦，应该亮君、吴峥啊、阿苗、黄杰他们，说不定都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因为我偶尔跟他们讲这样的时候，是只有在这里可以讲啦。我说跟可以这样讲，跟他们那样讲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对，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因为他们还在冲啊，他们还在冲啊，然后而且把我排进去他们计划里面。但是我可以下半年的这一个冲需要你站在我旁边一起往前，毕竟体力已经不一样了。对，可是我说脑力也不一样。但我说真的啊，就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啦，Michael 也会有同样的心情，我觉得，就是关键都出在一个人身上。哦，干，you know， 某位对，某位冲，对 ，you know， 某冲，真的，Michael 就，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看那个李惠仁那部纪录片的时候，我有感受到这件事，你说 Michael 可能会有的一种，可是因为他失落吗？对，失落吗？他会用失落去，或是发生什么事吗？他会用失落去形容，我觉得不会心情吗？我也不是很确定。我觉得他一直都是蛮正面的人，对，而且他不太会去表露他自己的情绪的，对，他一直都是他会维持一个很绅士的状态，然后去处理这一些，对，但所以其实我常常，所以我讲到 Michael 的话，我不知道我们听众算是都知道 Michael 是谁吗？不会知道，好，我会上网查一下林祖前辈，对，林祖前辈啊，知道，真的。我只是要讲说，就是其实 Michael 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提醒我自己可以做什么角色的人。所以倒不是真的要再往前冲。其实 Michael 在蛮重要，我认识他2006、07，我在办野台啦、正义无敌那个时候，我认识的他就已经不是冲了，他就一直在讲说他一定要想办法帮我们这些年轻又有创意的人推到前面。那如果有老人看不下去，赶快跟他讲，他去帮我们跟老人吵架，排除障碍。他一直他就告诉我这件事。所以到后来，包括我选上台湾的那个国际特色组织台湾分会的会长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一些老会员的一些状况。后来当然是我自己排除，但是 Michael 其实也一直告诉他，就是我一个很坚强的靠山。他就是跟我讲说，谁如果要靠北的话，告诉他，反正那些老人他处理。这些话我觉得 Michael 对我来讲，这些东西是我接着可以往前进的一些动力。那个时候，包括佩仪在选举的时候啊，我都就佩仪他在想什么东西，我都一直跟佩仪讲说，你就相信自己，因为你想得到的东西我想不到，
你比我年轻10岁，你对于现在要怎么选举这些东西有很多你新一代的想法。对，你不要对自己，他很担心，那我会一直安抚他。那至于有一些长辈，尤其我们这种选区域立委的，有一些长辈会有在那边 murmur 啊，说啊，唔知配议安怎选啊，伊这是选什么啦？啊，较早委员哦，你较早选举都不是安尼，啊，你什么？我就跟佩仪讲说，你如果听到哪一些社区的人讲这一种的，我就帮你过去处理。所以我除了今天这一团以外，我过去这1年多来，或是应该从他选举的那一年，这2年来，我蛮常去跟我们基层朋友喝酒的。尤其是去跟不太相信佩仪的一些长辈，我就去排除障碍也好了，那就是跟他们讲说，你就是要相信佩仪啊。对，啊，你看不，我嘛看不啊，但是伊若做的，你拢看有的时阵，我们就没有改变呐。这个社会本来会往前进，就是因为有一些我们没有想过的事情正在发生，那是好事，不是坏事。如果那是一堆烂事正在发生，像现在立法院发生了，我们再来处理。但如果佩仪他办一些街舞比赛，也有年轻的这些家长愿意带小朋友来参加，这个都是我们不会的。那他把这些时间本来是可以拿来跟你喝酒的时间拿去弄那一些，那不是很好的事吗？要不然你会弄吗？你也不会嘛，对不对？啊，我也不会啊，对不对？啊，你如果需要人家喝酒，我来陪你喝酒。有后啊，我觉得刚刚因为讲到 Michael， 我重新想到我在政治上面，或是说在公共的事情上面，我其实蛮认份的。我有时候会去 Michael 的那个他树葬嘛，你知道？我知道，所以我会去他的那个他树葬那天我去了，是哦，我是后来过去，今年的也有在过去，今年就清明节的时候也在过去。我每一次去找 Michael， 我会提醒自己，如果我可以当这种长辈就好了。真的，对啊，确实。就没那么容易啦，很难啊，没那么容易啦。那个修养好难，那个修养人家说确实难，所以背弃他的人真的很可恶，你是不是？妈，那个葱，对啊，你说的，他吗？真的是，我帮你说，这真的是愿意帮你排除多少困难？对啊，他不是只有帮林长佐排除啊。我说 Michael 不是只有帮林长佐排除，不是只有帮每一个这些年轻世代，我们曾经都年轻世代了哈，在我们30几岁。40出头的时候，帮我们排除可能有的长辈世代来的压力。他也帮你啊，他帮你排除多少困难？那你现在是冲上蛙哥？对啊，你是用什么方式来回报人家？台湾其实曾经有一整代的非常优雅的知识分子，然后。28的时候被干掉蛮多的，对，但还是有些留下来，对，慢慢的这种优雅知识分子，他会一代传一代，对，长在 Michael 身上蛮清楚的，真的，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就是笑笑的，对，他也不，但他笑笑的，他也不一定没意见，对，但他笑笑的。Michael 有一次他发现我跟阿菲西亚的吉他手小花聊天。在聊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讲说台派、独派，那是2008、09，然后想到台湾的 logo， 就一定要放一个台湾的地图，的韩吉亚，要用台湾的，想一个台湾的 slogan， 就一定要把台湾这2个字放进去，那就表示台湾是空的，就我跟小花在聊这件事情，聊得很起劲，就是看不下去了啦。什么东西都台湾，你想到台湾就只能讲台湾这2个字。对，你想到台湾的 logo 就一定要放台湾这个地图。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批评说，到底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地图是放哪个国家的国旗是放地图上去的？一定是很少嘛。大部分的国家的地图就不是大部分的国家的国旗就不是地图嘛，因为谁知道那个地理形状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不会，你如果只能放一个韩吉亚 Kitty 的标题，你想不出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就是虚，其实是没什么。对，
讲了这个以后，结果我们就被 Michael 派去跟那个台独团体，那个时候还没有很熟的时候，后来大家都去开会，就他们刚好在那边开什么营队的会，结果后来阿菲西亚的小花就跟那个里面的老师吵起来了，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小花就去当营队的老师，然后给那次来参加营队的年轻人学生啊那些出一个题目，就说现在你如果我现在给你出一个题目，就是要画一个 logo， 但是不能出现台湾地图，然后要想一个 slogan， 但不能出现台湾这2个字，但是能够要表现台湾。结果那个营队的主办老师就生气说：“台湾根本就歹听。”我懂。台湾当然是不歹听啊，尤其咱住在台湾，当然不会觉得台湾是一个不好的名字啦。全世界嘛都知道台湾啊，但是。如果我们想到台湾就剩这2个汉字，那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例如说你拿讲日本，然后武士、萨姆莱、忍者，什么东西都会跑出来。然后你想到法国就有法国的东西，德国有德国的东西。还讲台湾的时候，纯台湾这2字，你想不出来别项哦。结果就吵架了。我只是要讲说 ，Michael 就是敢。挑战的，对，他就觉得你们赶快去，他明明也是独派啊，他又不是要来找乱子的，对不对？对。然后他觉得你们这群年轻人讲这样好赞，然后他跟那些独派的朋友也很好，所以他故意要弄一个这样的局，可是蛮好的。然后他又是一个优雅的人，对，他又不是一个故意到处去引港考试引战的那一种，他不是不引战的，对啊。但他觉得台派的人需要。动这种脑筋哦，确实怎么动？对，他去弄出一个，你看这个人是不是超棒呢？是啊，对，走在很前面了。对，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时代的需求，但是很像以前，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卫生嘛，所以大家要在那个厕所写说。整齐清洁，对，读书或是尿尿，请我往前站。对，现在还要越没有，慢慢就不用，慢慢你久了你就不用了嘛。对，它就是一个需求现在缺什么我们就要写什么。对大家不知道，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放上去啊。等到大家都知道了，你这个东西名字就不那么都习惯了，就不那么。美国都美丽讲美国嘛，日本美丽讲日本嘛。台湾基本上因为大家不太确定要不要讲台湾，还是要讲中华台北。对啊，的时候当然大家会强调，但是 Michael 就会走到前面。那除了想到台湾，我们还可以想什么？叫这些年轻人跟你们冲撞一下，你哪被玩给出代志，再来看控。对，就是有一阵子蛮常有人问，就是什么是台湾文化？什么是属于台湾的文化？如果我们假设我们今天要，就是上次我们跟嘉轩聊的嘛，如果我们今天要办一个 party，然后我们要穿那个，譬如说什么传统服饰啊，中国会有中国的传统服饰，对，有没有什么叫做属于台湾的服装？现在通常如果以设计界来讲，这当然通常就会融合一些宫庙、家将这些东西进去嘛，再加上原住民的一些。对啊，但那个都还是蛮，我们就说，比如说吊嘎、蓝白拖，要不然穿个哇，真的还是盐酥鸡的。但后来那天嘉轩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有趣的答案，他说，就是追求统一的答案，那个是旧时代的事情。其实新时代，比如说一个国家的形成，它很有可能是各个不同文化的人一起组成的。对啊，对啊。那你只要选出代表我自己我认可的文化的，在这一个时候，那它就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因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很多很多元的，它其实某个程度上算是一个移民各种移民的国家嘛，这是各种移民。但我觉得台湾还是一个，就我这几年慢慢整理下来，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如果要从我的世界观来看的话，我觉得台湾就是一个蛮叛逆的国家。如果要讲他的个性的话 ，OK， 如果说美国是个 bravery， 美国是个勇敢的，然后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家，我觉得台湾就是蛮叛逆的，在亚洲这个家庭里面。
对，我们就是那个叛逆的小孩，可以耶。太认同那个亚洲价值，对，不管是李光耀讲的还是邓小平讲的，不太认同。包括其实日本虽然它算是比较早脱亚入欧的，但是它在很多进步价值，不管是婚姻平权，我在跟他们的，我为什么会特别有这个感觉，就是跟他们在聊婚姻平权的时候，他们还是很保守。他说他们现在该做的，他觉得亚洲该做的是，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推过婚姻平权呢，还没到2019，在聊这件事，他们觉得亚洲该做的就是让社会认知到有这件事。我那时候有点傻眼，我想说这也太慢了吧。日本算是西化的比较早，对，但其实他们的文化是比较还是很坚固的，对，然后很团体主义的，很群体的，对，他们是所以我觉得，然后其实很多国家他们在你看，不管中国，甚至于很多东南亚的国家正在打压跟消灭少数民族的文化的时候，我们这几年才刚推过那个国家语言平等发展法，然后原住民族的那个各个，当然我觉得做的还不够啦。如果以我的立场来讲的话，但是一定是做的还不够。原住民族的权益的部分来讲，以东亚这些国家来讲，我们是做的很走在前面的，能够有面子去跟加拿大、跟澳洲、纽西兰开会讨论这些事情的话，我觉得东亚国家就只有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我说的叛逆是这个意思。大家在这一块东亚的这一个生活圈、文化圈里面几千年了，最后活出一个我们这一种国家，就是我得给你信道，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某种程度上对我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幸运的事情。就以全世界的国家来看的话，我们算是相对年轻的，它是一个莫名其妙变出来的一个国家。对啊，那我们很年轻嘛，但年轻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吸收比较多不一样的东西，它没有既定的框架，但它也有可能容易被人家欺负。但欺负久了，他会长出他自己想要长的样子。我最近有感受到那个他自己想要长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才叛逆啊。对啊，我们因为在国际之间被打压，对，所以我们想要表现的比别人更好。就是你越觉得我们不可能怎么样，那我们就越表现出可能的样子给你看，那就叫叛逆。对，所以你跟我讲说亚洲人就是要怎么样，我就偏不这样。亚洲人就是要慢慢讨论一下这个原来也有同性恋这件事，没有我们就说可以结婚，这个就是一个叛逆。那这个叛逆，我觉得是来自于一直个打压，这就是跟高压的家庭会有叛逆的小孩是一样的那个状况。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一个国际之间就不认同我们，就不给台湾空间，在中国的这一个应该说引导之下，国际空间、国际组织也不给我们空间。我们最后可以做的方法就是，那我们就叛逆啊。我的林北都没送啊，就有点往这个方向的。我觉得这不是不好的，因为这样子反而是加快了这个国家进步的一种动力就出现了。我们因为这样有这个动力，别的国家反而没有这个动力。我们有一个动力是我要表现给别人看，我们没有输给别人。你们说什么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啦，最进步的最快乐国家是哪一些北欧国家啦，欧洲国家啦，哪一些我就告诉大家我们有健保，虽然快要垮了，但我们把它盯住。就在一种这种，所以我后来是真的是到了这几年，尤其跟国际之间开会啊，发现亚洲的国会议员在讨论一些事情的保守性，跟我们来自台湾的时候的那一个开放性，那个差距还蛮清楚。所以虽然我是亚洲人，但是我觉得我的想法不一定跟你一样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往前踏一步哦。那一步就是有点叛逆。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当亚洲的一个有一点叛逆的国家的这件事情是蛮酷的。我想问说，你觉得你的灵魂几岁？你觉得你的灵魂几岁？我觉得我的灵魂几岁？那我们同时觉得台湾的灵魂几岁？
我的灵魂大概我可以比较快回答这件事，因为我都已经觉得生命这样也 OK 了，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差不多70啊。你的灵魂70？我刚才就讲说我 OK 的意思就是我爸69过世，我阿公70过世，OK，所以我差不多在那一个灵魂70，认真的。但我觉得台湾的灵魂差不多20。哦，我跟你的蛮接近的，你觉得呢？我觉得台湾应该算是一个年轻人。对，那他几岁呢？灵魂的岁数是几岁？我最近的感觉，他可能20几了。20几？对，他还就是应该说可能20几啊，23、25吧。我感觉他好像有一点困惑，就刚出社会，然后被社会现实 K 了妈的打了好几棒，对，有点困惑，但是还是很有生命力，然后慢慢的要长出自己的脾气了，对我最近感觉到这个东西，对，真的，它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但是我最近的感觉是，但你自己呢？我自己我在15吧，这么爽啊！对，哇，太爽了吧！那我这真的是独居老人而且我想要永葆15，很开心啊，开心啊，每天都想一些中二的东西，中二是我好不好？12、13，你12、13哦？对啊，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就是我的。那我们3个人在这边聊天，变成是一个老人在跟小孩计划。行啊。可是我觉得，我反而觉得说，台湾的年纪大概 always 25。那个我觉得我 always 都觉得说25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年纪。就是我在25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Oh my God， 我现在是在一个最漂亮的岁数，充满生命力。应该是说，它介于状态，它介于你在非常纯真，可是又有些成熟之间。它并不那么的成熟，但它也不再天真。但这个岁数我觉得很棒。那我觉得台湾它现在处在这样子的状态，而且重点是还有体力。对啊，跟我们现在比，还可以冲，就是还有体力。对，然后他还在生理上还有那个能量。想当年我们25岁的时候，1个礼拜可以喝7天的。然后他的 energy， 我觉得那个 energy 是有很多灵魂岁数如果很老的人，他大概没有办法理解的。那就是我。但是我可以理解。其实你的灵魂岁数没那么老。应该是我的灵魂岁数，只有以 Doris 来讲，他还是我觉得我很中二啦，都还会想要去看那些超级英雄的电影，是不是？明明就超幼稚啊！你在但是回过头来讲，我还是要以一个70岁的人来讲，就是其实台湾的那一个亚洲性还是很重。要不然他就是在等机会出来而已。你说18年那个时候韩流的时候，然后包括那些公投，就我们的那个叛逆，不是只有对外面的这个亚洲家庭在叛逆，我们是在这个自己这个岛里面的家庭里面，那个叛逆性也在等机会出来，然后那个封建性也随时都还在。对，那我们比别人好的地方，是因为我们被打压，所以我们那个叛逆性出来的时候会很大声。我们会俩攻，在日本很难俩攻，在中国更难俩攻，在周边的这个亚洲家庭的这个国家里面，那个叛逆性就是被那个封建性一直压着。我觉得我们有那个俩攻不错。就是时间到了，所以对我前一阵才跟他讲说，我其实觉得我还蛮感谢那些欺负我们的人。不管是谁哈，我们不要说谁，蛮感谢那些欺负我们。如果不是这些欺负我们的，一天到晚欺负我们的话，这个大雄不会去找小叮当想办法变出一些招数对付这个对，被处理你吧，处理对啊，你就会想出各种方法慢慢的对壮大自己的心智。我总觉得台湾在底层，它还是一个很有草根性的文化的结合体，总是还有一种你不要欺负我不然我
我平常可以看起来很温柔，对啊，真的欺负到我会生气的。你结果，你情况买了，你修理我们可以变得很粗鲁的哦。对啊，对，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台湾的那个叛逆性，我觉得是蛮酷的。这个我也蛮希望，就是对现在的生活不满的一些朋友，他们可以想一下。因为我自己的身边，我们玩摇滚乐的大家朋友，不管是几岁的人都一样啊，其实都有一个叛逆性。那个叛逆性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反体制。当然都是反体制啊，但是反体制，你在亚洲的这个体制到底是什么？你容易看到的体制当然是什么开车被开单的这种体制，最粗浅，你把它第一线就会，你马上5月要缴税了，这个就是一个体制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是不爽的，这个是你第一层的体制。但是如果真的去看这些西方在玩摇滚乐的这些团，因为有一些人会直接讲说啊，所以摇滚乐就是反体制，就是一个反政府啊，你不该去当政府的啦啦队啊，这是蛮对的。我也蛮觉得摇滚乐团去当政府的啦啦队是一个好像不太叛逆、不太酷的事情。但你再往进一步去看的话，你如果看欧美的摇滚乐团 System of a Down、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他们有在换党换来换去的嘛？共和党上了，他就变成支持民主党；民主党上了，他就变成支持共和党吗？没有。System of a Down 他永远就是支持他自己的想法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就是民主党。然后每一个团都有他自己的理念 ，Beastie Boys 就是支持西藏自由。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会骂政府或干嘛，但是没有那么廉价的讲说啊，反正我就是反政府，所以那个共和党执政我就变民主党了，民主党执政我就变共和党，没有。我要讲的就是，所以在台湾在亚洲这个大家庭里面，怎么样比较酷？你怎么样有一个很底层的一种反省？你如果在听摇滚乐，你喜欢摇滚乐，然后看看那一些用生命在写他们的歌的那一些你喜欢的那些乐团，都没有变来变去的啦。就是他们支持的感觉还是某一种理想的价值。对，那这些价值不是换一个政府就马上就达到的嘛，所以它通常是可以一辈子的追求，很有可能你小时候追求的东西，到你老了你还是在干这个事情。对啊，所以一定不是说啊，所以我就是谁是政府我就骂那个政府。其实当然就是谁当政府，你都有可能在骂那个政府，这都没有错了。在美国的话，你不管共和党、民主党谁执政的时候，你看你不爽的事情都会有可能会骂，但是你一定是在你个人的价值标准来骂。例如说你是认为公平正义最重要，然后环保最重要，如果政府做这个做得不好，我要骂他，你就要骂他。对，还是你认为这个Black Lives Matter，你现在认为这个种族问题很重要，让这个政府不管共和党、民主党做法就骂他。我很少看到有一个乐团，他的天职，他认为我就是一个没有理念的监督者，或者说我的天职就是揭弊。我没有在讲谁啦，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揭弊是不是一个价值？可能是，就清廉，或是揭弊，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价值。但对摇滚乐团来讲，我没有听过有一个摇滚乐团的价值是揭弊，它有可能是种族，有可能是环保，有可能是人权，有可能是甚至于是宗教的。有没有揭弊的？我没有听过。弊无所不在啊。对，就是不是一个价值啊。对，就是我还是可以宁可相信有一些人他的价值是揭弊啊，就是说他认为一个人类社会高道德，就是没有任何欺骗，没有任何说弊案吗？还是就是人跟人之间是有一个很公平的一个规则，然后从来没有人互相欺骗，也没有诈骗，这是他的价值。他追求的这个有可能，这是有可能，有可能。但我认识的朋友里面，我没有认识任何这样，就是他的人生追求的价值是这样，就是谁说谎我要骂他，然后找钱故意找错我要骂他，然后就是他的人生价值在谁乱丢垃圾我就要骂他，然后我的邻居里面有谁这个
倒垃圾不按照时间倒垃圾，我就要骂他。就这也许是一种价值，就是所有就是你只要犯规，我就要用我的人生来去捍卫这个东西，捍卫这个价值。就是，但首先你要做得到才可以。对你自己个人如果做得到，然后你也拿这个来追求，我觉得 OK， 这我觉得 OK。对，就这是可能是，所以我不敢讲完全没有，但我身边亲朋好友没有，我认识的就是有环保、原住民族权益的、性别的、LGBTQ rights、台独、转型正义这一些价值的。这些我都看到，他用他的生命在追求这些事情，希望一个平等的社会或一个环保的世界，一个没有欺骗的世界，或者没有那个我不知道，但至少摇滚乐团里面没有，所以我只是回来讲，我说我刚刚在讲说那个叛逆不是只是看到政府就骂的叛逆，我记得去年年底。我们跟吴英宁聊了一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其实印象很深刻，但他就是那样个性的人。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人生就是一个不停革命的过程。对他来说，就是我们现在解决了我们现在的问题，就会有新的问题，也会有新的问题出现。人生就是一直不停的革命的一个过程，认同。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然后我们必须，对我来说，我现在是很欣喜的看待我自己能参与这个过程。因为它就是一个过程，一个民主、自由。前进的过程，一个你知道人性演变的过程，然后最终还是人性啊，对，最终还是人性，就是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一下子从0就完全到100。而且没有100这件事，对，就是没有，就到了100会多出120，对，可以去争取，对，就譬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制度还是没有办法符合或是满足很多的人，对。可是你要知道，台湾它就是一个我们从解严，然后到我们从戒严，然后到解严这一段路。它还是需要走，它就是一个每一天一分每秒在进步的一个过程。我们就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就必须得看着这个过程。对，就是可能我常常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到了有一个年纪了，你知道吗？对，就算我们回到我们正常的年纪，所以稍微不能再15、20岁了，稍微变得有一点耐心了，因为你也看过说，其实你也知道说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对一直百米冲刺也不是办法，对，真的，心态啊，没看呢，高我一起杀怎么一照的话你老去我马是动不掉，而且我们可能会变拖油瓶的，就别人已经跑到前面，我还在那边讲说听我共解，没有这个其实。这其实就是我在百万遍那边写歌的时候的一个感觉，就是你知道，在百万遍知恩寺，他们有个仪式，在那个念南无阿弥陀佛的那个过程，其实他们说的那个念100万遍，不是一个人念，是他们一群人，然后拿超大的佛珠，然后上百位人一起念经，希望可以完成那个100万遍的仪式。然后我在那边写歌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以前我们都会讲说，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前辈例如说郑南榕前辈说，接下来就是你们的事了，接下来这种感觉。然后我们也会觉得说，我们可能要留什么东西给下一个，对，用这样的方法来想象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很没有发现自己的渺小。对，其实你还是以自己为中心。你想象某一个人留了什么东西让你去努力，然后你会把这件事情努力到一个爆炸好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留给下一个人继续去做。
然后我在讲说在那边写歌，然后以及看那个仪式，以及发现我外公的这个故事的过程里面，我发现那一个宇宙那个100万遍，我是100万遍里面的一遍，大家努力100万遍的那个过程里面的一遍，自己的渺小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们以前只会想到前辈他们就是把一个使命交给我们，燃烧生命这样子。对，然后你突然发现他的生命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还要大，就像我外公，他跟他太太要带5个小孩，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复杂的生命故事，然后那么苦，然后最后他也只走了，帮台湾走了很小的一步，他还到台湾民报当记者，然后他念经大，然后后来当公务员，然后最后参加228。他走的那一步那么小，但他的人生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呢，要带这么多的小孩，然后在一个可能是100万人的这样子的，像我外公这样的人里面，我是里面的一份子。我在那一个时间点，我发现我真的超小。我不是只是常常爱讲说啊，前辈留了一个使命给我，使命我们这感觉还是以我为主。我也是差不多在那个时间点想到跟婷讲的一模一样的那件事情，就是参与在这个过程里面，原来大家做的这件事情这么大，而不是自己这么小，大家愿意奉献自己这可能70、80年的岁月的这一些事情，也要管自己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从来没有离开那个理想一步。然后在这样子加起来100万遍的这些人生里面，这个100万遍不是我们现在当代这2300万人在加而已，还有以前的人，还有未来的人。那种以前我们20、30岁觉得说，在我的人生里面一定要看到什么，一定要完成什么，小时候是这样想，都会觉得啊，我这个人生我总可以看到中华民国改成台湾吧。为什么以前会这样想呢？那就是这个，就算中华民国终于改成台湾了，整个体制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了以后 ，So what？ 我们还是有下一步要努力啊！中国还是会打压我们啊！如果中国还没有，中国就算民主化以后，还是有可能会打压我们啊！所以还是有可能。我们还是在一些很麻烦的过程里面，然后台湾还是要继续叛逆啊！如果整个亚洲国家还是一个这样的气氛。所以我们只能确定，在我们的这个有限的这个人生里面，我们其实有往前进。在我这8年里面，我有看到以前的立法委员进到去美国开会的时候，不能到国务院里面开会，必须要在外面租一个。因为你台湾，我们跟台湾只能有民间的交流，我们不能有一个好像很官方的交流。到现在，早就在川普时代，然后到拜登的时候的继承，他全部都打破了。官方的交流也可以，我们去美国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进到他们的国务院里面开会，这就是突破啦。这对我来讲，这就走了一步啦。那下一步是什么时候？又不一定是我走，你到底是有多高？真的，我后来真是这样想，你到底有多高？或者恁这个世代到底有多高？啊，较早的人做不到的，你以为你都完全做得到？你可以保证这件事情有往前进，都谢天谢地啊！你讲想你们做得了，结果你就外高啦，对不对？对，这样讲是真的。差不多到我第2届，我就想到这件事，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们没有特别厉害，我们没有比前辈厉害。那我们能够把一个好好的台湾交给接着的下一任，对。就搞啊！真的是尽力了，就每一个人尽他自己微薄的力量，我就觉得这件事情，然后你参与在这个历史的过程，而且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这也是自私啊！对，什么事情都好像你手上一定要完成。对，为什么？所以其实我最佩服的就是现在罢免的志工啊，对，大家都戴口罩，他也没有名牌说他叫什么名字，就想做这个事情。对啊，但我觉得每一个时代，每个简言之，我觉得我们就是这百万遍里面的一遍。对，我们能够成为这100万遍的一遍，而不让它断。就已经很棒了。可以延续，它必须要去延续。对，那我们就是这100万遍的一遍，接下来就是
下一遍，对啊，大家加油，真的不是那个很陈腔滥调的大家加油，不是，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你辛苦的一面，你身上也都背了很多刀，被插了很多刀，所以我知道那个加油是真的。对不对？把自己武装起来的往前进的。对，所以你这张专辑的百万遍，你问的那个问题，人生的这个轮回，它的原点跟尽头是什么呢？没有，就答案其实就是没有。你以为的，其实应该这样说。你困在你自己的那个执念里面，你一直以为自己要完成那个百万遍，然后那个尽头就是你发现，你其实是百万遍里面的一遍，不是你要一直尝试到成功。因为我在写那个歌的时候的那个角色，他就是不断的轮回跟重生，看能不能活出一个完美的生命，活出一个不要跟上一次一样那么悲惨的一个生命。所以不断的试，但是不断的失败。那我写到最后的那个镜头，就是发现没有一个完美的生命这件事，你只能把你那个生命努力的活过一遍。嗯。